我用尽毕生修为斩尽魔祖，却因沾染的魔气过多凝出魔魂，不仅就此跌落尘埃，沦为废纸，还被宗门中人视为不祥。如今更是被掌门联合长老构陷，说我为了恢复修为毒杀长老，企图盗取宗门至宝。这么拙劣的伎俩，我根本不屑解释。冤枉你的人比你更知道你有多无辜。想到这里，直接出声道：“弟子无话可说。”随后目光平静地看向自己的师尊。既如此，明日你便离开师门吧。万般缘至此，往日莫再提。忘情道人说完便不再理会众人，起身离开了大殿。众人一片哗然，几个早已知晓结果的门主长老则是一言不发。我对于这个结果也是早有预料，没说什么30年河东的好意，而是郑重地行了一个礼，随后沉声道：“谢世尊多年抚育之恩，自此别过，此生勿复见，山水不相逢。”殿后忘情道人身子微微一僵，他知道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弟子，可是他必须这么做。修为被废，身染魔魂，偏偏出身还能影响整个青云门的气运所在，这样的人留不得。为了青云门，他不得不默许了执法长老所设之举。我不仅要被逐出师门，名声也彻底毁了。忘情道长闭上眼睛，只能待到他寿元耗尽之时，再为弟子证明了。山崖边小路上，我一身青衣。当年我一无所有的来到青云门，如今又是一无所有的离开，两不相欠。几个起落之间，我从高处跃下，身子轻盈地落在树杈上，衣袖摆动，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仿佛是沉睡已久的灵气正在苏醒。我闭上眼，静静地感受着这股力量的沉浮，仿佛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我的思绪渐渐沉静，看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贪婪地吸收着这股灵气。自大战过后，我一身修为与根基被毁，尝试了无数种方法，结果无一例外的没有半点效果。30年前最终之战，一剑杀死魔教生灵死伤无数，为了防止阴灵趁机侵入人间，我承担了所有的后果。不料那无数阴魂在其体内融合，形成魔魂。半年前，我尝试用体内的魔魂吸纳灵气，修复自己的损失。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魔魂在我的体内奔腾。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的适应了这种痛苦，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在逐渐修复。这是我30年以来第一次看见希望。然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还没等完全恢复，自己竟然会被青云门扫地出门。我不恨青云门，不恨做局的师傅，也不恨那些对我冷嘲热讽的人，只是我也不想原谅他们。我的前半生醉心修行，为青云门，为天下苍生；后半生，我想为自己活。青云门山脚下，一座繁华的城市中，我一边品茶，一边听着说书人滔滔不绝。上回书说到那里，玄霄为营救师妹，莫一人一剑孤身杀入魔巢，横扫6位妖王。闻言，我微微一怔，转过去，没想到讲的竟是自己的故事。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经历，这种感觉说不出的奇妙。这时，天空忽然响起一声剑鸣，城内的众人无一不抬头看向空中。这声音是青云剑，青云出，动天下。刚刚太平30年，难道又有大劫将至？只见青云剑直上云霄，宛如一道闪电，天空中洒下一片剑幕。完了，以此剑之威，顷刻间就能毁灭一座城池。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被这一剑所吸引，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嗡！剑光忽然一收，一股无形的力量迎上了那道剑光，漫天剑气落下，春风化雨，剑气在风中飞快地消散着，转而化作一滴滴雨落下。青云城内的百姓抬起头看着这场大雨，雨水落下，却并没有打湿他们的衣裳，而是化作一抹寒气，消散在空气里。雨越下越大，隐隐有一种膨胀的声音，仿佛天空在防火。发出一声叹息。茶馆内，我手作剑指在虚空中滑动，接着放下茶杯，重重吐出一口气。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我17岁开始执掌青云剑，与剑魂高度契合，再加上半年时间身体的修复，尚有余力控制青云剑。只是青云剑为何会无缘无故暴走？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我不禁笑了笑。这可不是现在的自己该操心的事情。对于青云门，我着实失望透顶。可青云城内10余万百姓，让我于心何忍？我若是坐视不理，那便不是曾经拯救苍生的李玄霄。一剑过后，忘情道长迅速控制住了青云剑，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场春雨，身子降在半空，握剑的手微微颤抖。这是春风化雨，对于自己弟子的成名绝技，作为师尊的他在了解不过。青云门众人远远地看向山下青云城的位置，他们眼睁睁看着青云剑如同流星一般向青云城划去。可在下一瞬间，那漫天的剑气就化作了一场大雨，是李师兄的春风化雨。说起我这首春风化雨，青云门里没几个人是不知道的。时隔30年，春风化雨再一次呈现。短短片刻，以青云城为中心，方圆百里被忘情道人里里外外巡视了几圈，可那抹熟悉的气息却早已消失不见。掌门，他人呢？执法大长老同样用神识搜寻了1周，也没有发现结果，抱着侥幸心理问道。忘情道人没有回答，沉吟片刻后拂袖而去。无论如何，找到他，谨遵掌门之命。夜晚静谧而宁静，月光透过密密的枝叶，将幽深的林间洒上银灰，仿佛一层薄纱，轻轻地罩在了树林的头顶上，让人倍感清凉。这个时候，仿佛世上一切都会变得纯净而清晰。我盘坐在树下，手上漂浮着一缕灵力，散发着特殊的光泽，隐隐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流转。借助体内魔魂的力量，我将灵力层层拨开。片刻后，我将灵力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引入体内运转。长生道经一点点的努力修复着身体。长生道经是我早年误入神秘之地所得。初时修炼不见成果，可渐渐的便能感受到此法的神妙之处。对于恢复自己的身体，长生道经是最好的选择。这半年来，我一边修炼，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细微变化。
前进的方向是曾经的家乡。自从父母妹妹死后，我就许久没有回过家乡了。这一次回去，我想看看他们的墓，作为自己这趟旅程的第一站。3日后，江畔的芦苇丛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这片芦苇丛中，有一个已经荒废了的古都，它曾经是这个地方的交通枢纽，也是人们来往于江河之间的必经之路。如今，这个古都已经失去了它的辉煌，只剩下一些残旧的痕迹。江面上轻飘飘地驶来一叶扁舟，船工停下小船。芦苇丛中走出3个人，2男1女，其中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肩膀上还站着一只火红色的松鼠。船家伸手大声招呼，我们在这儿等了足足几个时辰，才终于看见一艘渡船。这儿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也是闲来无事来这边渡人。年迈的船家滑动船桨，彭云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跟谁都能聊起来。船家，这条古都怎么会荒废呢？自从河流改道，就变成这样了。听我父亲说，以前这条渡口可是人来人往，繁华的很。我低头看着河水。流动浑浊的河水，几乎什么也看不清。10岁时跟着父亲离开家前往青云门，就曾渡过这条河。不过那时河水闪烁着银光，宛如一条镶嵌着宝石的绸带，水面时而平静，如镜子般倒映着岸边的绿树和蔚蓝的天空时，而泛起涟漪。那时父亲卖了家里的2头猪，借了亲戚不少钱，凑齐了路费。他说：“儿子，你要为李家争光。”其因如故，其人不存，河中的雾气逐渐凝固，到最后收拾伸手不见五指都不为过。以前兵荒马乱的时候，这条河淹死过不少人。你们听说过水鬼吗？一提起这鬼怪之事，彭云顿时双眼放光。传说那些投水自杀或是意外溺死，其灵魂会徘徊在淹死的地方，受着湖水阴气的滋生，灵魂会变成水鬼，然后在水里耐心地等待引诱，或者是直接强行将活人拉入水底淹死，从而充当自己的替身，以求轮回成为替死鬼。水鬼只能靠这个方法投胎转世，摆脱来自地狱的痛苦。彭云喉结动了动，那这水鬼长什么模样？此物遍体长毛，红目为身，黑面为纹。入水之后便神通广大，所向披靡。可一旦上岸，却连腹肌之力都没有。彭云见他说的如此笃信，不由得笑道：“说的好像老人家您见过似的。”我当然见过。因为船家身子不动，将头缓缓低去。彭云的表情僵在脸上，瞳孔急速放大，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毫无血色，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只见船家脸已被黑色的毛发覆盖，一双猩红的眼珠似在调皮地嘲笑着他。周遭骤然厉风尖啸，夹杂着一声声诡异的咆哮声，似乎要把船撞得四分五裂。彭云一屁股坐在船上，额头紧贴着船板，汗如雨下，全身颤抖得像一片秋风中的落叶，全然没有了之前高手的风范。小黄也跟着大叫起来。哎呀妈呀，有妖精啊！我看了一眼对方，心说你自己就是一个成精的小妖怪。穿着一身素装的少女站在船边，身子随着船轻轻摇晃，面无表情地盯着浑浊的水面。公子剑给我。彭云颤颤巍巍地解下腰间的佩剑，给。少女接过公子的佩剑，转头对我道：“你可会开船？会的，掌船便交给你。”我点点头。放心。狂风郁急，惊涛骇浪，不过我很快就将小船控制住。彭云双手合十，嘴中不停念叨：“阿弥陀佛，无量天尊，9天应元雷声。普华天尊保佑。”我不禁一笑，这信的还挺杂。又看了一眼少女，少女手中的佩剑表面光滑如镜，触感细腻，剑柄由桃木打造而成，上面刻满了精美的花纹和图案，剑刃上还刻有一行古老的文字，虽然已经历经沧桑，但依然清晰可辨。这些文字似乎是一种咒语，或者是剑的名字。少女双手持剑，将剑锋投入浑浊的水中。片刻后，水面中激起一大团水花，狂风骤停，水面的涟漪也逐渐退去。行船吧。少女将剑入鞘，小船行驶在河面上，周围的雾气逐渐散去。彭云心有余悸的想要向后看去，可是什么也没有，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少女将佩剑还给他之后，就又跟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看样子都不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彭云勉强笑了笑，重新站起来。小黄鼓掌叫好：“大哥真厉害！”彭云拍了拍我的肩：“兄弟，这一路上有我们，你就放心吧，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那便有劳了，不知该如何感谢公子。到了云城，请我们吃一顿家乡饭就好。家乡饭？我微微眯起眼，还记得母亲做的桂花饭尤其好吃。云城多桂花树，小时候我就觉得家门口那棵桂花树又高又大，仿佛能通天一般。那时候我总是喜欢站在树下，仰望着桂花树的枝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好，回头请你们吃桂花饭。小船驶到对岸，脚踏上地面，彭云心里这才踏实。深夜，我孤身一人再次回到河边。太上敕令，超入孤魂鬼魅，一切四生沾赤臼等众，急急超生。赤臼等众，急急超生。月光下的河面仍旧浑浊，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了一声声虫子的鸣叫，它们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清晰。随着我口中咒语的响起，河面上有亮光汇聚，仿佛在黑暗中燃烧的火种，预示着希望的到来。我口中的咒语更加清晰，那一丝亮光逐渐汇聚成了一个光球，越来越亮，越来越大。它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河面，也照亮了我的脸庞。都是可怜人，去吧。我转身走了。多谢仙师，多谢仙师救命之恩，来世做牛做马，
先学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星湖之中传来几十余道声音，我挥了挥衣袖，回到篝火旁。篝火照亮了一隅之地，彭云和小黄躺在羊皮毯上呼呼大睡。面无表情的少女坐在篝火旁，微微抬起头，看着刚刚回来的我。你去哪儿了？散散步。你撒谎！我并没有辩解，坐在树下。少女盯着他的眼睛。来路不明的人很危险，我家公子脑袋不好使，所以才会随便与人同行。我淡淡笑了笑。你这么说你家公子他会伤心的。少女认真的说道。我家公子不聪明，胆子也很小，但是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坏心思，因为我很强。我知道。希望你知道的更清楚一些。我说我不是什么坏人。希望如此。少女重新闭上眼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甲。此时此刻站在家乡前，我的目光之中满是惆怅。少小离家老大回，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我离家那年，云城还没有这般繁华，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城。离家越近，我的话也越多了起来。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户，如果不出意外，我也应该是一个农户。彭云接话道。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人罢了。我苦笑道。彭云点点头，似乎已经能想象出我这些年的经历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背井离乡，心中有着无尽的不舍和无奈，前往陌生的地方谋生，过着漂泊的生活，每天都在为活着而忙碌，为生存而奋斗。再回首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想到这，彭云不禁摇了摇头，险些就要流下同情的泪水了。最后一次回乡，是我妹妹离世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大道无情，当你踏上某条路的时候，就意味着另一条路对你永久关闭了大门。我轻轻一笑。彭云有些疑惑，妹妹离世，可是看着这人年纪明明不大，也就跟自己不相上下。一定是得病了，英年早逝，可怜了。很快几人就进了城内。我之前所住的村子原本是在城外，后来城池被新城重建，就将我们的村子纳入其中吞并。只不过村还是村，李家在村子里是大户人家。我的父母弟弟和妹妹死后，家族衰败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又托人给李家后人送去了钱财，帮着李家重振旗鼓。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我明令李家后人不准透露他们是李玄霄的后人。如今李家早就搬进了城门内，村子里的老宅只是偶尔让人来打扫，不过祖坟还在。幸好门前那棵桂花树也还在。我望着门前那棵桂花树，我小的时候就爱爬到树杈上摇桂花，母亲和妹妹在下面捡。那时候家里穷，没什么菜可以吃，咬下来的桂花做桂花饭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家喽？彭云指着桂花树前的人家。以前是。我将手放在桂花树上，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和微风的清凉，听着树叶沙沙作响，仿佛能听到桂花树在诉说着什么。松鼠小黄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嚼着，又跳回彭云的肩膀上小声嘀咕：这家伙年纪轻轻，说话怎么老气横秋的？彭云认同地点点头，不像是20出头的青年，倒像是年过古稀的老头。山间的土包上，我站在一排墓碑前，当年的墓碑早已换成了上好的白玉石碑。我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我离家的时候，母亲和妹妹哭得不像话，母亲心疼我，偷偷向老爷借了钱，缝在我内衣的夹层里面。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母亲活了92岁，算是高寿。我没能在床前尽孝，她离世后，妹妹给我寄信，我才知道。我又指着另一个墓碑，这是我弟，只见过几面。我离家3年后才知道有了这么一个弟弟。我答应过妹妹，她结婚那天我一定到场，可是我食言了。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躺在床上的老人了。我用手指肚轻轻摩擦着墓碑上的名字。时光转载又几年，来日沧桑何处寻？我摇了摇头，带着彭云他们来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宅。老宅内无人，门锁早就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不过这自然难不住我。彭云看着我将门锁撬开，嘴角微微抽动。这真的是你家？是，只是许久不回来吧。屋内收拾的还算是干净，院落只有些许的杂草，厨房内还有一些米面。我左看看右瞧瞧，这边翻翻那边找找，闲不下来，摘了桂花，翻出锅添火做饭。很快，香喷喷的桂花饭便出锅了，配上咸菜疙瘩、白菜汤、粗茶淡饭，还望五桂。面无表情的少女率先捧起饭，大口吃了起来。我尝了一口，并无多少儿时的味道。还记得母亲做的桂花饭尤其的好吃，香味浓厚，像是奶油又像是蜂蜜。我母亲做的桂花饭尤其的香甜，我常常偷偷拿着饭去给隔壁铁匠的姑娘，她说长大后要给我做媳妇。后来铁匠搬到了城里，我还偷偷跑进城去找他。我顿了顿，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家，或许我现在已经儿孙满堂了。不对，应该是入土了才对。我陷入了回忆当中。大哥，这人好生古怪。小黄趴在彭云的耳边说道。彭云一时略有所感，这人不会有病吧？夜晚我横竖睡不着，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事，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忘记。我甚至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路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小心翼翼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小脚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摔倒。父母还在一旁鼓励着我，让我勇往直前。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紧接着远处的街道有火光亮起。我坐起身，厢房中的少女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屋外脚步声嘈杂，我打开门，就见几名身穿道袍的道门弟子快速跑步，紧接着是一对衙役。有妖气。少女说：“应该会很快解决吧。”我关上了门，
转身回去睡觉了。翌日阳光明媚，我数了数自己为数不多剩下的银子，决定在村子里唯一一家的酒肆当中，请彭云和他的侍女吃一顿饭。毕竟这一路的花费，彭云豪爽的全部承包了。酒肆内几人刚落座，就见4、5个身穿道袍的弟子勾肩搭背的走进来，大呼小叫，让店家上酒上肉。店家面露苦涩，却也只能好生招待。这些道士借除妖之名，就在这儿住了下来。天天大鱼大肉，好酒好菜，却连一个大子都不给。一连1月有余，那妖怪再不除掉，我这小店怕是要被吃垮了。店家暗自嘀咕：是昨天跟着衙役捉妖的道士。李玄霄看了一眼他们其中一人，身上的气息跟昨天的妖气很相像。少女道：看起来并不是好人。公子，我们走。彭云一愣，完全不明白少女在说一些什么。少女伸手去拽他，跟那群道士在一起，说不准会有麻烦。我不走，你把话说清楚。少女二话不说，将彭云扛了起来，就要往外走。彭云一张白净的小脸臊得通红，2条腿胡乱蹬着。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呦，这小娘子还挺有力气，哈哈哈！小娘子这是做什么？怎地直接将你夫君扛起来了？一群人喝得酩酊大醉的，见到这一景象，纷纷凑过来看。这一看不得了，这小娘子长得好生俊俏。让开！少女后退半步，似乎是有些嫌弃他们身上浓重的酒味。一道是愤怒的拍桌而起：说话客气一些，没有我，你们早就被妖怪给吃了。哎呦，道爷这是怎么了？店家听见堂内的动静，连忙跑出来。道爷误会，他们不是我们这的人，大家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滚一边去！话还没说完，便被一个道士推倒在地。少女将彭云放下。我再说一遍，让开！几个道士堵住了少女的路，目光戏谑：小娘子，笑一个，笑一个就让你走。彭云上前一步，握紧了腰间的佩剑。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少女，再胡搅蛮缠，别怪本公子不客气。少女伸手护在彭云身前。公子，你打不过他们，你就不能在人前给我留点面子？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起手来。就在这时，酒肆的门再一次被推开，一位女子迈步走进酒肆，身着华裙，外着蓝白轻纱，脚踏流云广袖，身姿飘逸而灵动。她的头发梳成一个精致的云髻，缀满银蓝饰件，却显得格外仙气盎然。手中紧握着一把佩剑，剑柄上镶嵌着一颗明亮的宝石，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女子身后还跟着一行人，依次走入酒肆，皆是青云门通天峰的弟子。酒肆内的争执在这一刻齐齐停了下来，目光不由得被这一行人所吸引。他们的出现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打破了酒肆内的喧闹与沉寂。一行人无论是长相还是穿着打扮，气质都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与周遭截然不同。师兄，墨竹语气激动，拱手郑重一拜。身后几人齐声道：师兄。师兄，这场面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师兄了。师兄，我抬手制止了墨竹要说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过还是别说了。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饭钱我是请不起的，倒是能给你们做一碗桂花饭。墨竹沉默片刻。师兄，你的伤势原本之前就有好转了，但是又不想你跟我空欢喜一场，一直没说，没想到这一次是真的起作用。我没有故意隐藏，因此墨竹很快就感受到我那原本死气沉沉的身体此刻重焕生机，丹田中重新有一丝丝灵元生出。太好了，师兄，师兄，你真的成功了！墨竹心像一壶刚烧开的沸腾的水一样，激动的要溢出来。这些年师兄经历的种种，他都看在眼中，眼睁睁看着陪伴自己长大的天之骄子，见到魁首一落千丈，逐渐从英雄成为他人口中的不祥之人。下一刻，泪水不断的从他眼角涌出，嘴唇颤抖，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不停的哭泣着，仿佛要把这些年所有的痛苦和悲伤都哭出来。好了，傻丫头，我没事了，哭什么？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身后的其他几人，有的同样为李玄霄高兴，拱手祝贺李师兄伤势恢复，有人则是心情复杂。小师妹宁颖轻咬嘴唇，师弟陈平同样是强挤出一丝笑容。我落难以来，他俩虽然不至于对于曾经的大师兄恶语相向，可确实是有意疏远了对方。尤其是我被律团身染魔魂后，有一次升仙大会，我被安排和宁颖同坐，气得宁颖找管事的弟子闹了许久，最后让管事弟子给宁颖换了座位。我主动称病，这才将风波平息。墨竹气不过因为此事给了宁颖一巴掌，想当年若不是李师兄百般照顾他，宁颖能有今天，更不用说宁颖这条命还是李师兄救的。当年宁颖惹是生非，身中龙蟒毒，若不是李师兄深入落日森林，与紫金龙蟒斗了3天3夜，逼其为宁颖解毒，恐怕现在宁颖的坟头草都3尺高了。苦尽甘来，恭贺师兄。宁颖抬手作揖，我并未说什么，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投过去。宁颖表情微微一僵，轻咬红唇。好在其余人随后齐声行礼道：苦尽甘来，恭贺师兄。我摆手，都说了我以后不是你们师兄了，没别的事情，我就不多留了。几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齐齐看向师姐墨竹，犹豫半晌，墨竹向李玄霄拱了拱手，正准备离开。等等，师兄。墨竹骤然回首，惊喜地看着李玄霄，莫不是师兄回心转意了？那几个倒是故意，纵使圈养的妖兽作乱，又假借除妖之名在这里骗财，麻烦处理一下。青云门是当之无愧的正道魁首，各地都有分宗，与其余宗门和皇朝的青天剑共同维护修行界的秩序。这件事情本来也因他们或者青天剑派人处理。墨竹一愣，眉眼之中满是失落，随即扭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向那几个浑身酒气的道人，
带走。此时那几个道人的酒气已醒了个七七八八，刚回过神来，就见一个身穿青袍的汉子向他们走来。大胆，我们是正阳山的。其中一个道人壮着胆子刚喊一嗓子，便被其师兄一巴掌打得转了2个圈。几人中年纪最长的道士忙扯出一个笑容：青云门的诸位误会，我们是正阳门的弟子，是来此地斩妖除魔的，官府能为我们作证。墨竹并不想听这些所说，交给驻扎在此地的黄巢青天剑的人处理。好几个道人被青袍汉子的气势所震慑，便是连大气都不敢喘，更不用说逃跑了，只能老老实实的离开了酒校。片刻后，原本热闹的酒肆就只剩下我们几人了。少女重新坐下，若无其事的继续吃饭。这下安全了，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与她不同，彭云如遭雷击，怔怔地站在原地。那些人是青云门的弟子？我夹了一口鱼，尝了尝味道，忍不住点点头。好吃。他们叫你师兄，你是青云门的弟子？以前是。彭云拉过凳子坐在李玄霄对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玄霄。他使劲地挠了挠头，想起这些日子与我的接触，不可置信地说道：你在青云门地位很高的样子。方才那几人皆是气势不凡，尤其是为首那女子，长得更像是仙女一样，是他幻想中修仙存在，一看便知在青云门中不会是小人物。可是他却对我十分恭敬的样子。李玄霄淡淡道：我已经离开青云门了。那你认不认识李玄霄？我眨了眨眼，见过2次。彭云深吸一口气，拉住我的手。那你能不能推荐我去青云门？我笑道：你不是李玄霄的弟子吗？怎么，你不是青云门的人？见谎言被拆穿，彭云尴尬地笑了笑。你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有些复杂。其实我是我师父李玄霄的记名弟子。一次我师父游历的时候遇见了我，见我骨骼惊奇，于是收了我做弟子。后来我师父就去斩妖除魔了，所以我并没有入青云。我装作恍然地点了点头。故事编得不错。彭云压低了声音：只要你推荐我去青云门，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偷偷告诉你，我家是东云彭家，有的是钱。彭公子真的想加入青云门？彭云挠了挠头。其实我是为了找我师父李玄霄，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如果能顺势加入青云门，那是再好不过的。我摇了摇头，在下爱莫能助。方才彭公子已经听见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青云门的弟子了。彭云脸上的失落肉眼可见。又听李玄霄道：不过什么？彭云迫不及待地问道。方才那几人都是青云门的弟子，彭公子若想加入青云门，找到李玄霄，大可以去问问他们，趁着他们没有走远，现在还来得及。我这就去。彭云恍然大悟，忙起身跑了出去。公子等等，不必要乱跑。少女拿起一块馒头塞进嘴里，跟在其后面。小黄也迅速跟了上去。大哥，我不禁笑了笑，看着一桌子饭菜，到头来只能自己想。看样子李师兄的伤势果然恢复，刚被青云门扫地出门，李师兄就……陈平欲言又止，几人面面相觑。青云门能有如今天下正道魁首的地位，能有一半都是当年李玄霄举世伐魔打出的成绩。如今李玄霄伤势恢复，即使只有巅峰期的也足以颠覆当今格局。一剑在手，天下谁人可挡？何况是青云门将他扫地出门，难免他日后会有报复的想法。想到这，几人都不由得心情沉重了几分，尤其是宁隐女陈平，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在这时，身后有人急匆匆地向他们跑来。等一等。几人转过头，就见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人。在下彭云，诸位可是青云门的弟子？墨竹打量了他一眼。当时彭云在酒肆就站在李玄霄身旁，只不过墨竹一门心思全在师兄身上，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事吗？彭云看着眼前这个气质逼人的女子，喉咙动了动。我能不能加入青云门？青云门大选每隔20年一次，距离下一次大选还有10年，10年就算等到了你的年龄，也不符合要求啊。墨竹淡淡道。彭云立即改口：那我不加入青云门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李玄霄、李真人现在在何处？彭云没有注意到青云门，众人看他的目光有些奇怪，趁着对方还愿意听自己说话，于是连忙解释道：诸位有所不知，当年魔教屠城，我爷爷就是被李玄霄、李真人所救。李真人还曾传授我爷爷一套剑法，后来李真人便离去了。我爷爷临走之前，最后的遗愿便是想对李真人道一声谢。我此次离家，就是想要寻得李真人，完成爷爷的遗愿。彭云自幼跟在爷爷身边，爷爷曾将从李玄霄那里习得的剑法传授于他，所以自打他出家门，他便以李玄霄弟子自称。彭云满是期待地看着青云门的众人，而青云门的众人则回忆他更加奇怪的目光。方才酒肆内的那人，便是李玄霄，李师兄。沉默良久，一弟子终于开口：什么？当彭云匆匆跑回酒肆的时候，李玄霄已经不见了，桌子上的食物剩下了许多，似乎是故意留给彭云他们的。彭云又赶到李玄霄家的老宅，只是仍旧寻不到对方的人影。他竟然就是名震天下的李玄霄，我是不是跟他一起吃过饭，还跟他一起睡过觉，一起说过话？一旁面无表情吃着糕点的少女补充道，还搂过他的肩膀，跟他称兄道弟，说自己要罩着他，日后自己威名震四海的时候，让他可以出去吹嘘。彭云用力按着自己的脑袋，嘴中发出尖锐的报名声，羞耻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少女嘴里吃着糕点，捂住了耳朵。入夜，我躺在后山的山坡上，满天星辰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这儿的星空不如青云门的好看。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笑了笑。我小时候就觉得故乡的天空是最大最美的，直到去青云门后的第一个夜晚，我才知道什么叫孤陋寡闻。如今历经千帆，再看故乡的天空，却是别有一份滋味。墨竹站在山坡上，望着李玄霄。师兄，回师门吧，青云门会还你一个公道的。你的伤也好了，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李玄霄淡淡一笑。是啊，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前提是我的伤好了。墨竹沉默，李玄霄说的话让他无法反驳。只要李师兄伤势恢复，什么不祥之人的谣言都会不攻自破，他会再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李玄霄闭上眼睛。我不会再回去了，有些累了。师兄离开了青云门，你要去做什么？我想去看看山川河流，去人世间走一走看一看，顺便去找一找曾经的旧友，回去告诉提心吊胆的那些人，我李玄霄不是睚眦必报的人，我与青云门再无瓜葛。李玄霄话锋一转，说点开心的事吧，话题太沉重了。对了，那个叫彭云的年轻人去找你们了吗？墨竹说，他说你曾在魔教屠城的时候救过他爷爷，还传授其剑法。他爷爷临走时的遗愿就是当面向你道一声谢，他便是为了此事寻你。我不由得陷入了回忆当中。90年前，东云城曾经繁华的城市沦为一片废墟，城墙昔日的喧嚣与繁华已，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战火和哀嚎，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烟尘与死人气。街头巷尾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尸体，腐烂的恶臭尸体堆积如山，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仿佛是一座人间地狱。魔教屠城，一个提着木剑的少年拽着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女孩，在街道上疯狂地奔跑。哥，大哥，我跑不动了！女孩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少年猛然转过身，握紧了手中的木剑，大吼一声：“小妹，快跑！”身躯庞大的三眼怪一手压到了旁边的屋舍，看着兄妹二人嘴角露出了笑，那比树干还要粗壮的手臂向兄妹二人抓来，少年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眼睛凝视着前方，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的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毫无力气，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边响起，仿佛是在宣告着他的死亡。下一刻，少年怒吼出声，这一声吼仿佛是用尽了毕生的勇气。那对于三眼怪毫无威胁的目的，从左至右挥舞着。三眼怪嘴角的笑容更甚，不知是在嘲笑少年的自不量力，还是在为能吃到美味的食物而高兴。噗！三眼怪的身子从左至右被一条无形的线斩。他的笑容还没有消失，定格在脸上。少年一怔，眼前出现了一道身影，手握3尺青芒，寒光逼人，仿佛能斩断世间一切邪恶。少年震惊地看着这一幕，青衣人转过头，哟，少年蛮勇敢的，想不想学剑？那是少年第一次见识到修行者出手，一人一剑便杀得满城妖物支离破碎。后来他走遍山川河流，从冰封的雪山到炎热的沙漠，从广袤的草原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随着剑术的日益精进，这一路上他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强者，然而却再也没有哪一剑能够像那剑一样，让他如此惊艳，如此难以忘怀。李玄霄并不记得那少年的名字，因为他只教了对方1天的剑法，便因事紧急离开了。此后再没有遇见过那少年。如今听墨竹道出此事，这才回忆起那段记忆来。原来那少年姓彭，彭云是他的后人，怪不得自称自己的徒弟。要见见他吗？墨竹道，替我跟他说一声，他的谢我接受了，以后不要在外面自称我徒弟。李玄霄的仇人可不少。如今魔教教皇虽死，魔教余孽却还藏在暗里，这也是为什么修为被废的30年间，我没有下山的道理。我伸了个懒腰，拍拍屁股上的土，从山坡上站起来。天悬银河，繁星灿烂，我摆了摆手，走了。墨竹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担忧，仿佛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的背影在月色下显得十分自在，步伐也显得有些轻快。墨竹知道我此时一定很开心，我也感觉到了墨竹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温馨，想要告诉墨竹，小丫头，旅程该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半月后，一处山洞中，我双目紧闭，呼吸平稳而有节奏，我的身体周围环绕着浓郁的灵气。这些灵气从四面八方光汇聚而来，如同一条条细小的气，在我的身体周围盘旋缠绕。我的皮肤闪烁着微弱的灵光，光仿佛在与周围的灵气相互呼应，毛孔缓缓张开，犹如一个个小小的吸盘，将周围的灵气吸入体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亮，灵光也越来越强，仿佛一颗即将爆炸的火苗。我的身体内部灵气在不断的流动，顺着经脉汇聚到丹田之中。丹田是人体储存灵气的地方，也是修炼者的重要穴道之一。随着灵气的不断汇聚，我的丹田变得越来越热，仿佛一颗燃烧的火球。许久之后，我睁开双眸，体内的魔魂正在壮大。我现在是一体两魂，原先的魂魄受损严重，无法承担修行的能量，于是便只能借助魔魂之力。随着我的修为恢复，体内的魔魂之力也在逐渐壮大。我微微皱着眉，感受着那股力量的增长，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丝忧虑。这股力量的增长，是不是意味着我距离彻底入魔又近了一步？自己会变成一个魔头吗？转念一想，当年18魔窟都没能引自己入魔，区区魔魂。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洞穴内的篝火照亮了一旁2只黑脸的狗熊，一大一小，大的像是一座小山，小的则如同一只哈巴狗。大眼瞪着小眼，小心翼翼地看着坐在洞内的我。风在呼啸着发出阵阵呜咽声，从山顶疾驰而下，穿越密林，扫过草地，带着一种悲凉的气息，像一个孤独的旅人在山间徘徊。
在向人们诉说着他的故事。我闭上眼睛，仿佛是在细细聆听。小狗熊抬起头看着自己的父亲，大狗熊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李大善人，您特意来我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这些年我可是只吃素，别说人类了，就是连其他精怪都不吃了。不信你去看我家后山那片苞米地，就是我种的。别担心，我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只是在你这睡一觉。”大狗熊低声嘟囔：“睡哪儿不好，偏偏睡我这儿，也不提前打一声招呼，太没有礼貌。”你说什么？大狗熊忙道：“没什么，只是觉得李大善人能屈尊住在我家，简直是我的福分。”我笑了笑，我说：“大狗熊，你好歹也是这伏牛岭的老大，有客人来了也不知道招待招待。”可是您刚才已经吃了38根玉米、17个茶叶蛋、89根地瓜干、3斤重的果子。刚才呢，不只是让我垫一口吗？李玄霄微微偏头：“你儿子长得很可爱，你看看这腿，看起来挺香的。不是，是跟你长得挺像的。”大狗熊忙抱紧了儿子，惊恐地看着李玄霄：“你要做什么？”“开个玩笑。”李玄霄笑道：“放心，今天一早我就走了，我跟人有约定，再不去怕是要来不及了。”“约定？什么约定？”李玄霄看着洞外的天空：“大狗熊，你知道瑶光流星雨吗？”“不知道。”李玄霄嘴角轻轻扬起，似是回忆起了某种美好的事情。瑶光流星雨100年才会出现一次，我知道有一个小镇在那里看流星雨会很美。100年前，我跟几个人约定，100年后要去那里再看一场瑶光流星雨。”大狗熊张着嘴巴：“100年的约定，还会有人记得吗？”“会的。”李玄霄顿了一下，又加重了语气：“他们都会的。”大狗熊试探性地问道：“李大善人，我听他们都说，自从那场大战后，你就伤得很严重，修为也被废了。”李玄霄挑眉：“那你要不试试？”“不。”大狗熊头摇得像是拨浪鼓，在他看来，别说李玄霄修为被废了，就是还剩下一具骷髅，都能把他吓得半死。怕什么？我又不是强盗。”李玄霄道。翌日，李玄霄背着3斤玉米粒、4斤地瓜干、5斤无花果、2斤柴鸡蛋离开了伏牛岭，转过头挥挥手向大狗熊告别。10里春风镇，这是一个坐落在江南水乡的小镇，风景如画，物产丰富，人们生活简单而宁静。在小镇的中央有一口古老的井，井水清凉透明。据说这口井是前朝时期一位名叫李春风的将军所开凿的，因此小镇也被命名为10里春风镇。溪水潺潺，一位光着脚丫的小女孩踩在溪水里，手里拿着尖锐的木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水面。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年轻人缓缓走过来，是之前没有见过的人，很面生。女孩抬起头，黑白分明的瞳孔看着对方。小姑娘，向你打听一个事，认不认识一个叫张铁牛的人？小女孩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张铁牛是我师傅。10里春风镇只有一个铁匠铺，铁匠名唤张铁牛，老得不成样子。李玄霄记得年轻时的张铁牛穿着一身自己打造的明光铠，冲入敌阵中，就像是一辆巨大的战车，横冲直撞，无人可挡。可惜他本源受损太过严重，修为倒退不说，寿元也无法逆转。现在他的背已经驼了，眼睛也花了，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抡起铁锤，打造出各式各样精巧的铁器。头发已经花白，面容憔悴，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脸上。李玄霄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着张铁牛。哟，我还以为要到你的墓前去看你。张铁牛拄着拐杖，一阵剧烈的咳嗽，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你小子没死，我怎么会先死？我还想着要给你上坟呢。李玄霄道：“看样子你肯定比我先死。”小女孩站在门口，疑惑地看向李玄霄。这人是谁？阿七，去弄点吃的。名叫阿七的女孩一口答应。另外2个不准时的家伙来了吗？李玄霄问。张铁牛坐在摇椅上，微微眯起眼睛说：“他们不准时，你才是掐着时间来的。好吧，那2人老早就到了，在我这蹭吃蹭喝，他们再不走，我的养老本都要被他们吃光了。”那他们人呢？一个去村口找人下棋去了，一个去帮着杀猪去了。还真是朴素。李玄霄喝了一口没有茶味的茶，感受着午后的阳光弥漫，看着青山，看着远处渔舟，看着柳枝，思绪飘向了遥远的从前。青云门通天峰大弟子见到魁首李玄霄，天下神兵皆出于手张铁牛，北落师门丹仙江离，大业国谋算天下太子燕青。不过初始之时，他们可没有那么多的名头。燕青是最不受宠的皇子，被送去敌国做人质。逃亡回国的路上，遇见了寻找炼丹才被毒蛇咬了的江离。那时候的燕青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谁知道被江离当成了登徒子，将其打晕，准备卖给夸父部落的人做奴。又意外撞见了从大山中走出求学的张铁牛，而后3人误打误撞破坏了李玄霄设置的阵法。那年李玄霄18岁，第一次奉师命下山执行任务。一个拥有1000载修为的寿魁，把青云门10余名弟子，外加2名守剑阁长老皆死在其手。18岁的李玄霄一人一剑与其激战10天10夜，眼看就要将其封印，却被突然出现的3人破坏了阵法，寿魁因此脱逃。最终4人狂追6000余里，合力将寿魁封印，4人因此相识。再后来，闯剑阵、入地穴，分别再会，保皇登基，破魔佛。许久不见。李玄霄的思绪被拉了回来，
他看向门口，一个是已经头发掉光的老头，拄着拐杖，一脸的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帝国之主该有的威严。一人一袭白衣，素雅而高洁，面容清秀而美丽，眉宇间透露出一股淡雅的气息。李玄霄嘴角扬起，是啊，好久不见，人生虽有离别日，山水应有相逢时。流星雨是在今天吗？张铁牛问燕青道。我找青天剑监证算了3遍，不会错的。张铁牛看了一眼秃头的燕青，当年剑眉星目，面如冠玉的皇子，如今也变成了秃头老头。你确定你那个比你还老的监证算得准？当然，老监证可是辅佐了我燕家3代人。话说这条路还有多远？江离想了一下，当年咱们走了半个月。半个月有这么长吗？燕青错愕，我怎么现在就感觉已经很累了？那是因为现在你这个家伙太老了。李玄霄耸耸肩，燕青用拐杖使劲地戳着地面，气愤道：都知道我是个老人了，也不知道背我一下。谁管你？李玄霄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悠悠道：铁牛，你去背背咱们这位皇子。张铁牛没好气地说：我要是背着他，估计没等到地方，我就先入土了。江离一怔，类似的话他记得许多年前也曾发生过，那是多少年前了呢？他不记得了，当时只道是寻常。你不管我，那就只好江姑娘来背我。燕青说。李玄霄笑道：你个老家伙，都子孙满堂了，还惦记人家，回去照个镜子先。你懂个屁！男人最重要的是内涵。4人有说有笑，他们在山坡上驻脚，在破庙内生活。他们聊着过去，聊着现在，聊着将来，有时会遇见赶路的马夫，时而驼铃叮当响，商队从他们身旁经过，驿站的邮差纵马而过，脚下的路很长，又仿佛很短，短到他们来不及将往事一一回味。终于在半个月后，他们赶到了湖水之畔，人生聚散常如此，相见且欢愉。彼时月色沉沉，隐约有雾气升起，远处群山环绕，湖面映着月光，流星划过天际，在月色下显得格外耀眼，如同一条银色的丝带，穿过了黑暗的夜空，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是流星。江离指着天边，4人同时抬起头。李玄霄说：这流星好像是从过去来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江离转过头看着李玄霄、燕青、张铁牛，这位冰山美人淡淡一笑：谢谢你们。虽然不知道他在谢什么，李玄霄依然答道：不客气。如果能给我一个拥抱就更好了。燕青说。张铁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流星，真美，感觉一切都像是昨天。燕青说：我们都还很年轻，想着各自的心事，喝着最烈的酒，看着最美的星空。星空遥远，模糊了年少，暗淡了韶华，掩盖了年轻的痕迹，照亮了往昔的懵懂。翌日的清晨，没有告别，江离已经离开了。燕青一大早上没见到江离，喋喋不休地抱怨个不停，抱怨对方从来不说再见，上一次分别是，上上一次也是，而这一次恐怕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倒真像是一个小老头。李玄霄转念一想，不是像燕青现在就是一个小老头。燕青直到夜晚才乘着马车离开小镇。记得在我的墓前倒一些酒。李玄霄，别忘了到时候带着江离来一起看我，要是你单独来就不用来了。还有别忘了，倒是让江离穿得好看一些。燕青的声音随着马车的提升越来越远。李玄霄挥了挥手提醒道：记得陪葬品要多放一些，方便我去偷。张铁牛弓着腰往回走。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明天走去哪儿？去名山看江河，放老友。张铁牛十分直白地说道：那就是没事干了，你帮我一个忙吧。阿七小手抱着柴火，从镇子的另一头风风火火地跑向铁匠铺。路过的人跟他打招呼，阿七点点头，算是回应。女孩习惯了跑上跑下，捧着这么一大摞柴火，连大气都不喘一下。耳边传来朗朗读书声，阿七满是羡慕地望了一眼镇上唯一一间的私塾。他跑回铁匠铺，先把柴火归置到厨房，又将缸里昨天捞的鱼拿出来。今天吃炖鱼，辛苦了。张铁牛坐在摇椅上，微微眯起眼。李玄霄道：你让我送这丫头去西陵。我太老了，走不动了，反正你也闲着无事做。送西陵做什么？我死了，她在这里便无依无靠了。西陵有她的亲人，算是吧。西陵龙虎山天师府正在招收弟子，他父亲是天师府的造诣。造诣不是龙虎山的弟子，龙虎山在各地都有人员分布，这么大量的人手，龙虎山弟子人数肯定不够。于是他们便招收非龙虎山弟子作为造诣，相当于衙门中的捕快，不算是正式官员行列，只听令办事。阿七家4代都是龙虎山的造诣，一代传一代，天师府弟子都要敬其3分。到了阿七父亲这一代，却因惹了大麻烦，生死道消，临死前将其女托付给张铁牛。如今天师府招收弟子，阿七有其父亲留下的造诣，甲等祖派按照规矩，天师府一定要收下阿七。李玄霄喝着没有茶味的茶，太过分了。
我堂堂剑道魁首，你竟然让我充当护卫？屁的魁首！张铁牛漫不经心地说：“都被人扫地出门了，我这是给你一个养活自己的机会。你有多少钱？我的棺材本和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你选哪一个做报酬？”张铁牛说：“肯定是前者。”李玄霄毫不犹豫。张铁牛龇牙一笑：“你这家伙真够无情的。”李玄霄笑了笑，玩笑归玩笑，多年未见的旧友求自己帮忙又不是自己难以做到的事，自然没有不帮的道理。什么时候走？明天。这么快？不再等等，让他再看你最后一面。张铁牛闭上眼睛，他失去的亲人已经够多了，别再让他亲眼看着我离去了，这样太残忍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替别人考虑。张铁牛是大山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李玄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行囊，露出的牙齿显得他有些营养不良，一身朴素的衣服上面沾满了灰尘。不信人间有恶，慷慨无私，总是先人后己的。李玄霄那时总觉得这家伙天真无邪，等他见识过世间险恶就好了。只是历尽千帆，少年仍旧是那个少年。阿七将自己的小书箱收拾好，不时回头去看坐在椅子上老态龙钟的张铁牛。阿七不想走了，要跟铁牛在一起。他忽然说：“西陵是大城市，会遇见许多新朋友，会发生许多好玩的事。可是西陵没有铁牛。”阿七低着头：“铁牛会在这里等着阿七的。”阿七不说话，轻声说：“铁牛骗人。”当天，阿七偷偷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小书箱给拆了，可是他仍旧被李玄霄拉扯着小手手，硬生生拖出了家门。这一走便是700里，和风习习，阳光灿烂。阿七想回去再看铁牛最后一眼。李玄霄低着头看向小女娃，阿七还没有跟他好好告过别。10里春风镇，小镇内唯一的铁匠张铁牛过世了。晚上时，邻居去他家取前2天定做的农具，发现了张铁牛的尸体。老人静静地躺在床榻上，他的面容慈祥而安宁。他从微末中起身，一生征战，一路坎坷，闯地窟，灭魔教，大梦春秋度半生。最终，他将自己的埋骨之地选在了这个平平无奇的地方。小阿七没有哭，他默默地跟着李玄霄办完了铁牛的丧事，又背起那个被铁牛重新装好的小书箱，跟着李玄霄离开了小镇。李玄霄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就见小女娃站在村口，抬起头，双眼泪汪汪的，泪水不断流下来。我在这里哭，铁牛就不知道了。李玄霄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不要哭，不要哭。远处的山巍峨高耸，直插云霄，犹如古老的巨兽，静静地矗立在大地上，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在阳光的照耀下，山峦的轮廓显得更加清晰。李玄霄手里拿着一根竹子，在前方的灌木丛中敲敲打打，周遭升腾着一层层薄薄的雾质，这些雾气犹如一条条白色的丝带，缠绕在山间，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你是一个剑客？小女孩阿七问。那你的剑呢？李玄霄说：“暂时没有剑。话说你师傅是一个铁匠，你也应该会做剑吧？给我做一把。”提起铁牛，阿七有些失落地低下头。我会打剑，但这里没工具。用竹子给我削一把。李玄霄晃了晃手里的竹子。竹剑也算剑吗？当然。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我听铁牛说你很强。以前很强。现在呢？仍旧很强。李玄霄自信地说。阿七眨了眨眼睛，不再大茶了。原本寂静的四周忽然传来一声哀嚎，尸体重重的倒地，血泊和清澈的溪水混杂在一起。一辆残破的马车停在，有些湍急的水流将尸体缓缓推进。这是辆官驿的马车，平常山贼不敢碰官驿，因为坐在里面的保不齐是什么官员，官府一般都会追究，也该着他们倒霉，遇见了这伙不要命、不懂规矩的马贼。马贼头领看着白花花银子，嘴角露出狞笑。抢一次当官的，比抢100次那些穷鬼都强。一个青衣人领着一个6、7岁的小女孩，不是官府的兵，甚至身上连个防身的物件都没有，活该你倒霉。马贼松开弓弦，羽箭飞射而出。李玄霄微微偏头，恰好躲过那羽箭。阿七抬起头看着李玄霄，李玄霄将手中的竹竿投掷出去，那马贼头领完全来不及反应，便被射下马钉在地上，显然是活不成了。李玄霄身影一闪，竹竿已经回到了手上。7、8个马贼身子一僵，下一刻同时倒在了地上，简单的如同把地上的石子伸手捡起来一般。李玄霄甩了甩手中的竹竿，转头对阿七说：“还是要麻烦你给我削成剑的形状。”李玄霄一边说着，一边在人群中左戳戳右挑挑，看一看还有没有侥幸活下来的人。竹竿翻开一具尸体，忽然发现了一个藏在尸体堆里的一个小男孩。男孩紧急闭着一双眼睛，脸上沾着血迹，停住呼吸，明显是在装死。李玄霄用竹竿捅了捅他的痒穴，嘿嘿，没几下，那男孩就忍不住了。大爷，别杀我，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马匪死了，你叫什么名字？李玄霄说。小娃子颤颤巍巍地站在原地，看了看李玄霄，又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凶悍马匪。我叫林道林，是屯州人士，跟着同村的发小前去西陵天师府求学。李玄霄微微一挑眉，那个指向尸体中唯一的孩子，那孩子穿着锦衣绸缎，一看便是富贵人家的子弟。林道林点点头说：“是，这些随行的人是我发小的二叔，他是刚刚辞官回乡的县城，本想着送我们一程，谁知道在这遇见了马匪。”林道林声音颤抖，可是逻辑却十分清晰。小小年纪目睹着马匪灭口这般残忍的场面，也没有崩溃的大喊大叫，
半个时辰后，李玄霄帮着林道林埋葬了死在这儿的一群倒霉鬼。林道林给自己的发小用木头刻了一个木牌。你小子还说等你发达了给我讨10个老婆，现在可好了，你到了那边一定要保佑我平平安安，出人头地。到时候我给你烧大房子，给你烧许多钱。李玄霄颇为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娃，明明比阿七大不了几岁，却活脱脱像是一个小大人。一旁的阿七正用自己的小刀给李玄霄刻着剑，他的手艺很精细，一脸的专注认真，似乎是李玄霄刚才漏的一手秒杀了7、8个山贼，让他产生了一些震撼。可好看一点。李玄霄用手指度摸着下巴，阿七头也不抬。竹子剑再好看也不结实。没关系，帅就够了。林道林站起来，好了，我们走吧。他在埋尸的时候已经提前把值钱的物件都拿了出来，全部装在小毛驴的身上。我离家的时候，母亲只给了我2吊钱和家里的小毛驴，现在我却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林道林大大咧咧地说，仿佛早就忘记了刚刚经历的生死危机，一点也不怕生。面对李玄霄和跟他差不多同龄的阿七，口若悬河。你叫什么名字？李玄霄。那你呢？林道林又看向小女娃阿七。林道林一拱手，老气横秋地说，路途漫长，还望2位多多照顾。老话说得好，萍水相逢就是缘。李玄霄淡淡一笑，有了这小家伙，这一路上怕是不会寂寞了。便是如此，李玄霄领着2个小孩，一头毛驴向西陵一路走去。夜色粘稠，李玄霄给2个小家伙生了一堆火，自己靠在树干上，便要静心休息。林道林这时候凑过来，李大哥，你是不是很厉害？林道林想，一个人能对付那么多山贼，绝不是普通人。还可以，怎么了？你能不能教我2招防身用？李玄霄摇了摇头，你现在还学不了。你看不起我，从小到大我一学什么都会，不然也不会被龙虎山天师府选中。你教我2招，省得以后我被人欺负。林道林指着一旁吃草的毛驴，我把这头毛驴送给你，怎么样？李玄霄闭上眼睛，不再搭理这小子。切，不教就不教，我还不学了呢。林道林低声嘟囔了2句，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又去烦阿七了。阿七给李玄霄刻好了竹剑，李玄霄握着剑柄，颇有些兴奋地挥舞了几下。多少年没有握剑了？他第一次握剑便是名震天下的青云剑，时隔多年再一次重新握剑，却是一把竹剑。林道林看到竹剑了之后，缠着阿七也要给他做一把。阿七刚开始不愿意，不过架不住林道林日日缠着，于是干脆也给他弄了一把。林道林牵着毛驴，腰间别着竹剑。李大哥，你到底会不会用剑？会用。那你教我2招，我把毛驴送给你。李玄霄摇了摇头，教你2招，就送1头毛驴，太便宜你小子了。林道林不乐意了，这毛驴我从小养到大，不仅能拉磨，还能拉货，可能干了。李玄霄抱着竹剑十分臭屁地说，当年多少人想要跟我学剑，人家送的东西比你这毛驴值钱多了。林道林抬起头看着天空，李大哥，你真厉害，我怎么看见好几头牛在天上飞，你一个人竟然能吹起这么多牛，真厉害。你个小娃娃懂什么？这时候，半空中有人御剑穿梭而过，他浮空的高度并不算太高，肉眼可见那是一位年轻剑修，喝得酩酊大醉，黑色长袍随风猎猎作响，脚下所踩剑身闪烁着寒光，嗡嗡作响，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他的锋利。宝剑如闪电般划过夜空，留下一道绚丽的剑痕。林道林嘴巴张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位御空而行的年轻剑修，眼神之中满是羡慕，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想象着自己也能够像那位年轻剑修一样，脚踏飞剑，翱翔于天际之间。林道林收回目光，指着那人对李玄霄道：“怎么样？你能打过他吗？你的剑术有他厉害吗？”李玄霄微微抬眼，很快又将眼睛闭上，满不在意地说：“太弱了。”林道林翻了一个白眼：“以后多读书，别老想着跟别人打架，要修行，先修德。”李玄霄淡淡地说。不过这番话在林道林和阿七这个年纪是肯定听不下去。师兄，李玄霄真的恢复修为了吗？不知道。夜幕降临，天空中最后一丝余晖也被黑暗吞噬，大地被笼罩。在一片寂静的夜色之中，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名唤金丽，女的名唤钟燕，二人是师兄妹。师从号称横推800无敌手，天下硬功第一人的轩辕氏。轩辕氏一生只收2位徒弟，便是金丽与钟燕门派不大，却极具盛名。二人受人之托前来监视李玄霄。钟燕淡淡道：“师兄，现在的李玄霄还会跟以前一样强吗？”金丽犹豫了一下：“不会，就算他是大伤初愈，毕竟费了20余年，恢复也需要时间。”钟燕若有所思：“师父与他私交不错，我们这么做，若是师父老人家知道了……”金丽忽然站起身走了。钟燕道：“师兄，李玄霄带着2个孩子走得很慢，不用跟得这么近吧？”李玄霄下一秒会做出什么，谁也不知道。若是跟丢了，不好向那人交差。师兄，你我2人在他手上有多少胜算？钟燕忽然问。金丽皱眉，正欲开口，微风拂过林间，树叶沙沙作响，带着清新的气息和微微的凉意。钟燕和金丽身子同时一脚，一个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的身后，2只手分别搭在钟燕和金丽的肩膀上。钟燕和金丽谁也没有动，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二人都能够感觉到对方的神经紧绷到了极致，仿佛有一股钻心的力量瞬间侵入了他们的身体，控制了他们的神经。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住了他们的四肢，让他们动弹不得。他们都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我记得你姓钟。李玄霄说。金丽喉结动了动：“姓剑，单名一个令。”
谁让你们来的？李玄霄又补充了一句。说实话，我猜是青云门执法堂的二长老。二人无言，李玄霄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伸手又拍了拍二人。我不喜欢别人跟踪我。看在我跟你们师傅交情不错的份上，下不为例。原本停滞的微风再次浮动，脚步衡量方圆丈许空间的时间重新流动。中叶二人后背早已被汗水浸湿，不知何时，身后的人影已经消失了，气息也没有残留半点，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微风轻抚着树叶的沙沙声和灌丛中的蝉鸣，听来竟然有些温馨。劫后余生的经历，胸膛微微起伏。我们刚才说到哪来着？钟燕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半晌才答：你我二人联手对李玄霄，能有几成胜算？现在答案有了。半空中传来飞剑破空的声响，金历吃了一惊，下意识的以为是李玄霄去而复返，忽然改了主意，不打算放过他们了。只是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那并不是李玄霄，而是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年轻剑修。那年轻剑修嘴中高呼着什么，甚至脱下了裤子往下洒水。金历额头上多了2条黑线，伸手一抓，扑就听一声闷响，紧接着那年轻修士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拖了下，重重摔在地上，直接昏厥了过去。阿七和林道林已经睡过去，李玄霄用力揉了揉自己的额头，轻轻吐出一口气，哼，看样子暂时是将这2人唬住了。金历与钟燕2人修为皆是不俗，天资出众，否则也不会被轩辕氏收为弟子。若是这2人合力出手，现在的自己恐怕还真是双拳敌不过。李玄霄抖了抖袖袍，经此一事，定让那些对他心存疑虑的人不敢轻易动弹。李玄霄坐在毛驴上，手里翻看着一本书《西灵记》，这是先前从被山贼杀死的那个倒霉蛋官员的随身行李中搜出来一张不算是特别细致的地图，只画了大概的国土形状，标注出了西陵各个重要州府在哪里。西陵龙虎山在地图上被标注的十分明显，如今的地图基本都以山川为基准，比如在地方史志中所附的县域图、城池图等等。首先把县城画在中央，再把辖区内的山川名胜按照相对于县城的大致方位绘制出，最后把各个村镇填到相应的山上河边，这就算是一张县的地图了。放到一个国家上也是同理。李玄霄记得上一次去龙虎山已经是许久之前的事情，那时跟着同行而行，如今自己要靠着双腿去寻，颇有些不容易。屁股下的毛驴发出一声叫喊，李玄霄低头看了一眼，最终李玄霄还是出卖了自己的剑法，换了林道林这头毛驴。在这歇一会儿吧。走在最前面的阿七将书箱放下来，他之前随着铁牛打铁，小年纪便养成了坚韧的体魄，平日里背着柴火山上山下的跑，丝毫不觉得累。很快阿七就生了火，又让林道林去前面的河里弄一些干净的水。吃了一张饼子后，林道林便凑到李玄霄身边，让他教自己剑法。李玄霄摆摆手，待会儿教你，待会儿教你，我说话一向算话。林道林用小手拽着李玄霄的手，现在就教，现在就教，待会儿你就给忘了。果然还是个孩子，阿七要不要学？李玄霄问。阿七抬起头，我也可以学吗？可以。阿七没有毛驴，没有毛驴也可以学。李玄霄淡淡道。阿七想了一下，好，那阿七做饭给你吃。于是李玄霄便教了2个小家伙一式剑法，2人认真练了一会儿，学得都很快。第2天便让李玄霄教他们第2招。李玄霄叼着一根杂草躺在驴背上，看着蔚蓝的天空，再练练。于是2个小家伙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练剑，足足过了5天，又来找李玄霄，让他教第2招。李玄霄啃着饼，一本正经的说：“欲速则不达，再练练。”李玄霄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阿七和林道林对他深信不疑，苦心琢磨这一招，其实并没有多么难以理解。反复习练，又过了1月有余，这才向李玄霄讨教第2招避世。李玄霄吃着林道林给他买来的糖葫芦，淡淡道：“差得远呢，继续练。”这下子别说林道林了，阿七都有些忍不了了。他是不是在骗咱们？林道林问。阿七点点头。大骗子！下一秒，林道林扑了上去。你还我糖葫芦！别抢，别抢，再让我吃一口。这日，李玄霄带着2个小家伙，一头毛驴路过一座城中。渭水城本是交通要道，平日里人口稠密，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然而从今年开春的时候，凶兽便开始泛滥。人族自上古时代崛起，可在崛起之前那漫长的黑暗岁月里，人族宛如被囚禁在无边无际的牢笼中，苦苦挣扎。他们生活在荒野中，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大自然的无情和残忍，让他们的生命变得脆弱而短。直到人族第1个修行者出现。然而即使到如今了，也不过是人族与妖兽并存。凶兽是妖兽的另一类分支，相对于妖兽，凶兽更加狂暴、残忍且缺乏灵智，杀戮是他们唯一的本能。袭击城池，吞噬人类，甚至啃食同类。渭水城周围原本少凶兽，如今北方的一些凶兽大规模迁徙至此，一时之间闹得鸡犬不宁。渭水城城主不得不调拨高手前来扫荡，不少宗门弟子来此，既能与凶兽死战，磨练自己的战斗能力，又能赚到相应的报酬。其中就包括青云门的弟子李玄霄，找了一家客栈住下，往床上一躺，睡了1天1夜。睡醒之后，在楼下胡吃海喝了一顿，满足的靠在椅子上，摸着自己的肚子，眯起眼睛。日高3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都给老子滚！说你呢，看什么看？客栈内，一个喝醉了酒的壮汉在耍酒疯，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手里拿着一只酒壶，摇摇晃晃地向四周挥舞着，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脏话。客栈的老板则站在柜台后面，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壮汉。他试图劝说这个壮汉冷静下来，但是他的话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壮汉越闹越凶，他开始推翻桌子。林道林看了一眼那个耍酒疯的壮汉，想起李玄霄教给他的那招剑法，
他自我感觉已经将那一式剑法练得炉火纯青，现在正是考验这剑法威力究竟如何的时候。林道林抽出竹剑，像是说书人口中里的侠客一般大喝一声：“看剑！”竹剑还没等捅在壮汉身上，便被对方抓住一把折断。哪来的小屁孩，给老子滚！说罢，一下子将林道林拽起来，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不同，但是林道林又羞又怒。阿七见状，他平日里虽然有些讨厌林道林，不过这时候却是一点也没有犹豫，匆忙施展出剑法，一剑戳到壮汉腿上。壮汉一把将他的竹剑也夺过来扔到一边，似乎是被这两个小家伙惹恼了，双目圆睁，上前一步。阿七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一个7岁的小姑娘，对方那庞大的身躯在他面前就像是一座小山，吓得不禁身体一抖。壮汉正要有所动作，忽然间那两个小孩同坐的年轻男人微微偏过头，壮汉的眼神落在了对方身上，那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一点气势的年轻男人，但是他的眼睛却异常平静，如春水一般清澈明亮，没有一丝波澜。壮汉不由得紧紧地握着拳头，他的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变得苍白。他自顾自地骂了一句娘，转身走出了客栈。客栈内的众人诧异地看向醉汉的背影，怎么忽然就走了？他们方才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谁知道形势转变得这么快。明明那年轻男人什么也没有做，李玄霄收回目光，继续嗑着瓜子，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去管受了惊吓的阿七和林道林两个娃娃。林道林冲着醉汉的背影破口大骂了几句，随后他跳到凳子上，将李玄霄面前的桌子拍得咣咣响。你这是什么破剑法？李玄霄淡淡道：“那个醉汉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全可破法的武夫。以你们现在的剑术，对付1、2个普通人，应该没什么问题。”骗子，你还我的小毛驴！还有糖葫芦、牛肉干、驴肉包子。阿七悠悠地补充道。林道林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自从李玄霄教了他这一套剑法后，便勤修不辍，心中一直抱着希望，甚至不惜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李玄霄喂得饱饱的。李玄霄牛皮吹得响亮，说这招剑法只要略有小成，杀人于无形，千里之外取人首级不在话下。至于说那醉汉什么全可破万法，他们挑错了挑战的对象。林道林一听就知道他又在骗人，那醉汉就是个普普通通喝醉了的无赖吧？李玄霄掏了掏耳朵，只当作没听见。至此，李玄霄就得了一个大骗子的称号。各地响应号召而来的修行者，很多官府于是自己贴钱，让城内的客栈免费提供给那些前来处理凶兽的修士。原本在客栈内的客人则一律要赶出去。客栈掌柜见李玄霄只有1个人，还带着2个孩子，一定不是前来除妖的，于是只得退还了李玄霄的房钱，让他另寻住处。刚走出客栈，迎面就遇见了身穿青云门特制花纹的青云门弟子。此次铲除凶兽，青云门作为天下正道魁首，自然会派遣弟子前来通天峰。此次带队的是3弟子林和。林和为人朴实，性格木讷，跟大师兄李玄霄的关系算不上多亲密，却也没有多么冷淡。无论是30年前李玄霄正值人生巅峰期，还是30年后李玄霄处在人生低谷，林和微微一愣，没有想到会在这遇见李玄霄。大师兄，都说了，别叫大师兄了。林和身后的宁敏、陈平一众通天峰弟子也随之开口。李师兄，李玄霄懒得纠正了，摆摆手。师兄，我们也正要在此地剿灭凶兽，不如一起同行。宁敏犹豫了一下，主动开口道。他还以为李玄霄也是知道了渭水城凶兽爆发的事情，所以特意前来助渭水城解围。这么看来，李师兄性格并没有因为修为恢复变得有多大，还是跟以前一样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即使是生气了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宁颖不由得想起了曾经。师兄，对不起，我错了，我给你做糕点吃，你别不理我。小时候自己惹了师兄生气，撒娇总能混过去，而李师兄也不会真的跟他计较。现在宁颖都这般年纪了，自然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撒娇。30年的隔阂亦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化解的。见李玄霄不搭理自己，宁颖不死心又道：师兄，我有个表亲就住在渭水城，如果师兄不介意，可以先去我表亲家住下。方才青云门一行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听见客栈掌柜在赶人，想来李玄霄在城内也并无其他的住处。不劳烦了。李玄霄头也不转，径直离开了林道。林道林跟着李玄霄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好奇地看了一眼一行人。待李玄霄走后，宁颖露出一个不尴不尬的笑容。看样子李师兄是真的对青云门失望透顶。师兄有大功劳，于青云门于天下，青云门却如此待师兄。陈平暗自佩服，心说还是你会说话。李师兄是对青云门失望透顶不假，对宁颖又何尝不是？当年李师兄可是对他有救命之恩，可他又如何报答的？只是宁颖这么一说，仿佛是李玄霄因为对青云门失望，所以不想与他扯上关系似的。渭水城内的客栈几乎都被从各地赶来的修士给占满了，一时之间根本就没有空余的房间。最终城内一处寒酸的小寺庙收留了李玄霄3人。小寺庙只有1个老和尚，寺庙有1排房屋已经十分破旧。他们是什么人？怎么都管你叫师兄？林道林吃着白水煮面条，好奇地问道。李玄霄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也就你们2个小家伙瞧不起我，上外面打听打听我李玄霄的名号。说你胖，你还喘上了。阿七无声地点点头，似乎很认同林道林的说法。林道林又说：哎，李大哥，你是不是被我们拆穿了，自己很没面子，所以特意花钱雇了人，特意演给我们看的，让我们误以为你很厉害。李玄霄一偏头，不再搭理这2个小家伙，大口大口吃着面，懒得跟这小家伙计较。等在上路的时候是喂狼呢，还是投到河里呢？听林道林这么一说，阿七眨了眨眼，再看向李玄霄的眼神，似乎是带着一丝同情。阿七，相信你了。李玄霄眯起眼睛，总觉得这口气像是施舍乞丐一样。赶紧吃饭，
明天赶路。第二天一早，老僧知道他们要出城，劝他们一定要去城内报备。现在要出城的人都要报备，然后等时间一到，由城内的军队护送，否则单独出城很可能遇见凶手袭击。李玄霄谢过了对方的提醒。出城之后，林道林死活都不让李玄霄骑自己的小毛驴了。阿七，阿七，你要不要骑毛驴？林道林追着小姑娘的背影，不骑。李玄霄摇了摇头，小年纪就学会讨好女孩了。青云门这次一共来了3波修士，而通天峰由林河带队的通天峰修士只有7人，人数不多，战力却是十分强悍。他们并没有随着渭水城的大部队清剿渭水城城外主峰的凶兽，而是随着少部分人去了更加凶险的横剑峰。一行人布下阵法，迅速往山顶攀登。山道绕着山峰盘旋而上，犹如一条巨龙缠绕在山间，峭壁高耸入云，悬崖深不见底。一路上凶兽遇见的不少，青云门弟子开路，不讲道理的冲杀在最前方。身后的几个宗门弟子看着一路上凶兽的残肢断臂，不由得摇头苦笑。青云门就是青云门，陈平长剑出鞘，拦在路口的那条巨蟒被一脚划过，轻而易举地砍倒在地，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多余。感受到了身后其余宗门弟子的目光，陈平更加得意。师妹，你怎么了？陈平发现宁颖有些心不在焉。没什么。宁颖自从见了李玄霄后，就有些心神不宁。如今李玄霄修为恢复，他总是想起从前的事情，开始懊恼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都别掉以轻心。林河严厉道：“横剑峰上的凶兽不可小觑。”是，师兄。师傅，青云门弟子的速度可真快。一中年人满脸苦涩，白发老人眼神也有几分复杂。虽然他年纪比那些青云门弟子长了不少，可修为却远远不如，这便是天资的差距了。行了，继续前进吧。咱们收拢一些低修为的凶兽，也算是。他话音刚落，便在众弟子眼前被砸成了肉，血肉与骨头四溅，溅在了周围弟子的身上、脸上和眼睛里。他们呆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头头庞大无比的凶兽从天空掉落下来，不仅四处，整个横剑峰的上空，黑压压的云层当中，凶兽如同暴雨一般落下。在短暂的沉默后，弟子们开始尖叫和哭泣，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仿佛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有些弟子试图逃离现场，然而不过片刻后，他们也跟他们师父一样，变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小道林，你之前是不是还藏了2份糕点？分我1份。李玄霄叼着一根狗尾巴草，顶着烈日，抬起头看着坐在毛驴上的林道林。林道林把头转过去，不去搭理他。阿七的呢？李玄霄不死心。阿七说：“之前不是给你了许多吗？让我吃完了。”李玄霄理直气壮。阿七道：“我们一人只有2个，你有6个全吃了，还要我们的糕点吃。”李玄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大人饭量大，小孩饭量小，少吃一些没有关系。阿七被气得也转过头不去搭理他了。李玄霄有些后悔了，那糕点味道真不错，早知道应该多买一些的。晚上趁着睡觉把他们的糕点偷来。他小声嘀咕，这话被耳尖的阿七听见，小眼神盯着他。李玄霄哈哈一笑，开个玩笑。他们走的这条路上并没有看见一只凶兽，反而是能看见成队的马车和一些修士从此处向渭水而去。轰隆隆，地面忽然开始剧烈震动，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摇摇欲坠。不远处的商马队的贩子们惊恐地望向四周，试图寻找地震的源头。早已空无一人的村庄房屋瞬间倒塌，道路被撕裂，地面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哎呦，奶奶的腿！林道林被震得从小毛驴上摔了下来，他看向远处的林子，正要破口大骂，脸上忽然出现了惊骇的表情。一棵棵井口粗壮的大树呈现起来，围绕横剑峰的防线骤然崩溃，守护在此地的近8成修行者淹没在兽群当中。谁也不知道，原本只是偏陷的横剑峰，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凶兽？盘旋在横剑峰上空的云雾终于散开，一只巨大的6翼金鹏展开翅膀，它的翅膀如同金色的火焰展开到了极致，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每一片羽毛都散发出强大的气息。翅膀轻轻一扇，掀起一阵整个天空都变得黯然失色。渭水城城主惊骇地看着这一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只凶兽竟然能借助某种神通，就隐藏在横剑峰上空，而且不被任何人发现，包括一直都能在土里自己。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凶兽藏在了自己的身上。6翼金鹏飞行速度极快，仿佛一道金色的闪电，在天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半空中，青云门通天峰弟子林和手中长剑飞出自胸膛处，一直延伸到腹部，出现了一道可怖的伤痕。若不是身穿通天峰珍宝之甲，怕是已经命丧于此了。6翼金鹏的目光好像在嘲讽着渭水城城主的无能。渭水城现在的主力部队都在围剿主峰，此时再往返已经来不及了。汹涌的凶兽将会在这之前踏平城池。宁颖手持断剑，半跪在几乎被夷平了的山峰上。方才若不是林和临危不乱，此刻通天峰这些弟子怕是都会丧命于此。原本自信满满上山的陈平就倒在他的一旁，半截手骨都露了出来。远处6翼金鹏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渭水城城主实力并不算如何强横，他坐镇渭水城，一来是依靠家族关系，二来渭水城虽然交通发达，是繁华之地，不过此地却并不凶险。渭水城家族素有3家5门一说，历任城主都出自于3家5门，而朝廷上派来的官员不领实权，
此刻那落败于六翼金鹏的青云门弟子灵河，即是此时渭水城周边最强之人。六翼金鹏所带来的威压让人无法呼吸，便是一些实力不弱的修士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压迫感，他们的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有些人甚至无法站立，只能瘫倒在地上，无助地望着天空。只有这一剑狂风肆意无情地撕扯着一切。林道林和阿七距离得很近，只是他们竟并没有如同一些修士一般，被那股强大的威压吓得不能站立。天杀的狗日子，我还没衣锦还乡呢！狗日的二蛋，你在地下就这么保佑我的？他口中的二蛋是死在马匪手上，发小的又名李玄霄，只觉得风甚是喧嚣，眯起眼睛盯着空中的六翼金鹏，怎么有些眼熟呢？直到他看见六翼金鹏的左翅上有一道巨大的伤痕，这才恍然大悟。当年西北之地多凶兽，且民间百姓素有六兽王之称，凶兽袭击村庄，猎杀人类，甚至重兵把守的城池都会成为凶兽的袭击目标。那时青云门门主不幸陨落，无情道人还没有接任门主之位，暂时离不开青云门，于是命当时的银剑锋大弟子带领通天峰内门27名弟子、外门40名弟子以及另外2峰，拢共100多名青云门弟子前往西北，彻底铲除西北之患。谁知那一战，青云门损失惨重，银剑锋大弟子拼了性命杀死2名兽王，却终归不敌，生死道消。那一战也是李玄霄出露头角的一战，那时他修为进展飞速，旁人都说他根基不稳，再加上从未见他出过手，于是只传他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李玄霄用剩余4名兽王的尸首，让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被他斩杀的一位兽王便是六翼金鹏。当时李玄霄杀入对方的老巢，本想斩草除根，谁知道关键时刻，六翼金鹏用生命保护了自己的孩子。按理说凶兽少，灵智残忍嗜杀，感情极为淡漠，甚至会一不高兴便杀掉自己的孩子。舍命保子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只不过年轻的李玄霄微微一愣，过后并没有手下留情，很快就斩出了第2剑。可偏偏平日里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修士突然出手阻拦了李玄霄，李玄霄措手不及，剑气只斩断了六翼金鹏幼崽左翅的一部分，随即六翼金鹏幼崽借助风韵遁入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后那女修士的说辞竟是万物有灵，不可枉杀无辜。彼时的李玄霄年轻火气少，回到城中看着枉死的同门、惨死的百姓，越想越气，狠狠把那位女修士揍了一顿。你今天一时手软，明天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葬送其口。凶兽可不会跟你讲什么仁义礼智信。后来李玄霄和那位女修士都遭到了宗门的处置，事实也正如李玄霄所料，那六翼金鹏又在养好伤势之后，辗转各地袭击村庄城池，又因其飞行速度过快，行踪隐秘，难以捕捉，便是活到如今，兜兜转转多年后，竟然又让李玄霄遇见了对方。六翼金鹏的瞳孔中倒映着渭水城的模样，只是忽然他的瞳孔微微下移，目光锁定了在官道上一个人影，那熟悉的气息永生难忘。六翼金鹏狂躁起来，他的翅膀不断地扇动着，发出一声愤怒、兴奋的叫声，他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口中喷出的火焰也变得更加炽热，身体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息，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燃烧殆尽。火焰熊熊燃烧，照亮了整个天空，让人无法直视。在这一刻，六翼金鹏仿佛重新化身为一只狂野、没有灵智的凶兽，他的力量和气息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在渭水城众多修士惊异的目光中，六翼金鹏突然调转了自己的方向。他飞过来了！林道林的叫声在李玄霄耳旁响起，这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鸟，比老家最大的山还要大。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抓着李玄霄的手。你不是吹牛你很厉害吗？你的剑法呢？快用啊！李玄霄被他吵得耳朵疼，说道：你学学阿七，你还是男孩子呢。阿七此时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微微张着嘴巴。他转过头，明亮的眸子看向李玄霄。我们会死吗？死了可以看见铁牛吗？你个天杀的就会吹牛！你赔我的包子糕点！林道林一屁股坐在地上，毕竟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娃娃，别说他了，就连那些修士又如何，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李玄霄偏头，那你把糕点给我。林道林一愣，忙将怀里的糕点掏出来，给你，全给你。李玄霄一手摁着挎在腰间的竹剑，一手接过糕点塞进嘴里。林道林满是期待地看着他，李玄霄扭过头，将剩下一块糕点扔回给他，赶紧吃，死了也不能当一个饿死鬼。林道林最后的希望也因为这一句话破灭。你个天杀的！李玄霄抽出竹剑，倒不是说他故意拖延时间，而是现在的自己也没有把握对付对方，所以只有一剑，反正无非就是生与死两个结局。看好了，只有这一剑。一股强横无匹的气势蓦地直冲李玄霄的五脏六腑，宛若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他的心跳如同肋骨般急促，血液在体内奔腾翻涌，仿佛要冲破血管的束缚，气势节节攀升，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不断积聚着力量，随时准备喷涌出。从李玄霄握剑的那一天起，他便仿佛经历了满园春色到秋风落叶，自积雪浮云端至草长莺飞，别人苦心修得的剑，到千百万次的淬炼，他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此时此刻，李玄霄闭上双眸，这30年江湖在梦中，六翼金鹏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他。他举起竹剑，风的流动，草的生长，星辰的运转，剑法就像是大自然的韵律，和谐而又美妙，让人不禁为之沉醉。这一剑就像是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追风逐浪，带着开天辟地的威势。剑气并没有将六翼金鹏一分为二，反而是迅速蔓延，如同碾盘一样，硬生生将其碾成了一团血肉。这一次，李玄霄不会再给对方逃跑的机会了。六翼金鹏的惨叫声响彻天际，仿佛整个世界都能听到他的痛苦和绝望。他的身体迅速被撕得只剩下血水和碎肉，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这般震撼人心的一幕，必将成为此时在场众人心中的永恒。
那磅礴的剑气撕碎6亿金鹏后，余威浩浩荡荡继续前进，奔腾在天地之间。横剑锋上，宁颖刚刚为重伤的灵河服下丹药，远处剑气已至。此时横剑锋的青云门弟子以及其余上山铲除凶兽的修士，下意识地抬起头，脸色齐齐一变。所有人只觉得剑光一闪，一股剑气已经逼到了他们的头顶。虽然离他们有3分4丈的距离，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意，仿佛随时都会刺到他们的头顶。那剑气停滞了片刻，失去了控制，缓缓散去。呼，宁颖缓缓回过神来，就听一旁陈平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剑气怎么有些熟悉？陈平脱口而出。宁颖沉吟片刻，是大师兄。随着6亿金鹏被一剑斩杀，众多突然现身的凶兽，此时全都匍匐于地，站立不已。他们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肌肉紧绷，想要逃避却又无法移动。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最深处的恐惧，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即使是最为没有灵智的野兽，他们的本能也无法抗拒这种恐惧的侵袭。李玄霄一剑过后，身影浮在半空，瞥了一眼横剑锋的方向，确定没有伤及无辜，这才如一道白虹重新落地。林道林和阿七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巴，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李玄霄将竹剑重新挎在腰间，十分臭屁地把头抬高。这样的剑术如何？2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娃娃。哇，李大哥，你太厉害了！林道林态度180度大转弯，一把抱住了李玄霄的大腿，崇拜地看着对方，哈哈哈！李玄霄得意地翘起嘴角。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还说我是不是骗子了？林道林摇头如拨浪鼓，连忙将剩下的糕点双手奉上。大哥，您吃。李玄霄也毫不客气地接过，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懂事儿。随即他又看向阿七，阿七眨了眨眼睛，总觉得李玄霄的神情好像是小人得志，一点也不像真正的高手。毕竟哪里有高手？想方设法要把小孩子身上的糕点全部骗走。他摇了摇头，将那些奇怪的想法甩掉，把2块糕点拿出来递给李玄霄。片刻后，渭水城城主御空而至。李前辈。城主的声音中满是诧异，他本以为灭杀6亿金鹏是哪一位老前辈所做，谁知道竟是大名鼎鼎的李玄霄。不过他分明记得有传言说李玄霄根基被废，修为全失，看样子果然只是谣言。哦，认得，我当年家门关一战，晚辈随家中长辈出战，曾远远的见过前辈一面，前辈英姿永生难忘。那年渭水城城主不过是人群中的小卒，遥望着李玄霄的背影，眼神之中满是羡慕与崇拜，心里幻想着自己总有一日会跟对方一样。可随着年龄的上涨，他逐渐明白自己穷尽一生，怕是都无法企及。此次凶兽来势汹汹，幸好前辈及时出手，保住了渭水城万千百姓。望前辈能随晚辈前往渭水城，也好让渭水城的百姓以表感激之情。城主诚恳道。李玄霄摆了摆手，多谢你一番美意，不过我还要带着这2个小家伙赶路，等下次我路过渭水城，你请我吃顿饭就好了，到时候可别装作不认识我。前辈说笑了。渭水城城主看着李玄霄一行人的背影，耳中传来嬉闹的声音。大哥，教教我。大哥，从今以后为您马首是瞻。李玄霄爽朗的笑声响起，似乎是很享受这种被小孩子崇拜的感觉。6亿金鹏一死，渭水城外围的凶兽压力顿减，还有少部分凶兽隐藏在林中，不过已经对渭水城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了。以防凶兽再次复苏，渭水城城主又组织了2次围杀，不说彻底歼灭，却也让渭水城方圆百里再无凶兽之患。渭水城城主府宅子的里里外外都被装饰得异常华丽，阳光透过帷幕洒下斑驳的光影，鲜花和绿叶点缀着每一个角落。7进7出的宅子，里里外外满是前来参加庆功宴的人，人们身着盛装穿梭在宅子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起庆祝着这场胜利。渭水城本就富裕，城主出手更是阔绰，就算是没有赶上追击凶兽的修士，都得到了一大笔奖赏。城主和他的诸多渭水城达官贵族面带微笑，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来宾。青云门弟子到，声音一起，宅内众多修士的目光纷纷都被吸引过去。城主和几位城内家族族长连忙迎上前去，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宁颖微微一拱手，我师兄灵河负伤，不宜前来，委托我等代劳，还望城主莫怪。哪里的话，灵河小友是为了渭水城负伤，渭水城愿意承担灵河小友的一切损失。城主客气了，斩妖除魔乃我青云门本分。城主脸上带着几分谄媚的笑容。可惜啊，李真人因事没能前来，这一次多亏了李真人出手相救。身后的其他家主也纷纷点头赞同。是啊，还望宁小友回宗以后，能带我等向李真人道谢。李玄霄离宗一事，按照2长老的计划，原本应该不久后就应该告知天下，李玄霄已与青云门再无任何瓜葛。可是谁知道李玄霄离门不久后就出现了意外。青云门高层发现李玄霄修为恢复，鉴于李玄霄的天资，这一变故让众人措手不及，只得改变主意，严令宗门弟子不准再议论此事，将李玄霄下毒杀人一案推翻，同时让弟子寻李玄霄归宗，静思往事如在目底。所以现在外界并不知情，李玄霄已经离开了宗门。渭水城的众人只当李玄霄跟宁颖他们等人是一同前来，只是因为某些事情而先走一步。那6亿金鹏也真是倒霉，潜伏了那么久，没曾想刚一露面便遇见了李真人。有人用玩笑的语气说道：哼，也幸好李真人在渭水城，否则咱们今日便不能在这里庆功了。我提议大家这一杯先敬李真人。渭水城的众人吹嘘着。李玄霄本想拍拍青云门弟子的马屁，谁知道弄巧成拙，搞得青云门的几名弟子面露尴尬之色，只能如坐针毡附和地笑着天地间真滋味。为敬者能尝得出，天地间真机阔，为敬者能看得透。李玄霄记得某个老秃驴曾跟自己说，真正的修行不止在山上，也不止在庙里。那时的自己手持3尺剑为天，且是不平，人对于老秃驴的话自然没有放在心上。如今想来，
细细有一番滋味。李玄霄躺在小毛驴身上，头枕着双手，静静地望着天空。傍晚，太阳渐渐西斜，远处的山峦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神秘而又壮美的气息。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仿佛是大自然为人们展示了它最美丽的一面。在残阳的映照下，人们的影子变得长长的。李玄霄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伸出手去，果子。林道林立马贴心地递给他一个果子。果子比较青涩，咬上一口酸甜酸甜的。大哥，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厉害？林道林满脸期待。慢慢学，慢慢练，欲速则不达。李玄霄悠悠地说道。林道林重重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大哥。自从李玄霄露了一手斩杀6亿金鹏后，林道林与阿七便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林道林现在不仅对学剑感兴趣，更对李玄霄的故事感兴趣，每天都缠着李玄霄给他讲上一段。昨天讲到哪儿了？林道林提醒道。讲到那大夜，皇子燕青和北洛师门的仙子江离二人在月色下定情。李玄霄眯起眼睛，想起燕青和江离的那段往事。一个忍辱负重、心怀壮志的皇子，一个是北洛师门最为年轻的仙官，二人的相遇极具色彩，如同画本小说里的主人公。只是故事中美好的结局却并没有出现。后来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放下一切，一起游历江湖。林道林听过许多类似桥段的说书故事，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故事走向能猜出个8、9不离十。李玄霄沉吟片刻，摇了摇头。后来的后来，江离回到了北洛师门，选择发扬门派。那个忍辱负重的皇子也成为了皇帝，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咦？林道林长长咦了一声，就连假装练剑，实则竖起耳朵听故事的阿七都皱了皱眉，似乎是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很不满。为什么没有在一起？他们不都定情了吗？李玄霄淡淡一笑，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世间哪里有那么多才子佳人的完美故事，大多都是开始的轰轰烈烈，结束的悄无声息。林道林和阿七小小的年纪，大大的疑惑，李玄霄也没有过多的解释，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他有些记不得了。自己和铁牛强行为燕青制造向江离表达心意的机会，在冰天雪地里看了一晚上星星，一起帮着燕青想情书该怎么写。我觉得用你豪气手最为稳妥。张铁牛一本正经地说道，既不显得主动，又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李玄霄摇了摇头，江离可是北洛师门的仙官，喜欢文绉绉的，应该这么写：一别经年，弥天怀思。意思是别离这么多年，更添了怀想与思念。燕青和张铁牛赞同的点头，同时竖起大拇指。结果江离将书信丢还给燕青，冷冷道：咱们半个时辰之前刚见过，还有，这已经是你这个月写给我的第107封信了。你再将信让李玄霄悄悄地放在我床头，信不信我把他们都塞进你嘴里？想起当时燕青向自己诉苦时的委屈表情，李玄霄现在还是忍不住大笑。大哥，你笑什么呢？林道林好奇地问。李玄霄眼底露出一丝感伤，没什么，想起一些开心的事情。近思往事如在目底。青云门通天峰有位清瘦的少年正在林中习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落，照亮了少年的脸庞。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手中的剑闪烁着寒光，身体轻盈地穿梭在树林之间，剑随身动，如影随形。他的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但他毫不在意，他的心中只有剑，只有对剑的信念。许久之后，那道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墨竹一身青袍，袍袖翩翩，他的身姿挺拔而又轻盈，头发梳成一个简单的发髻，插着一支玉簪，其余的青丝则垂落在他的背上，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他的脸庞清秀而素雅，没有一丝一毫的妆容，却散发着一种自然而然的美丽。师姐。少年停下了动作，站在墨竹面前，胸膛微微起伏。少年名唤陈14，是通天峰内门弟子排行最小的一位弟子，同时也是通天峰近年来天资最为卓越的弟子。多年前墨竹下山游历，恰巧遇见了被仇家追杀的陈14，出手相救之后，意外发现其天生珠窍大开，道脉外显，乃是万中无一的修行种子，于是便将其带到了青云门。拜入青云门后，陈14在没有任何修行基础的情况下，先后连破3境。在众人看来，一个比肩李玄霄的天才即将再次出现在青云门。通天峰，给我时间，我定将超越他。一境一景，步步登天，修图9境，一称9景。一景，黄庭筑基，修身养性，召见黄庭。2景，武器朝元。3景，3花聚顶，精修炼真智化境，觉醒天赋神通，法术威能初步显露，衍生神识，探查天地万物，御史法宝。4景，命不由天成，金丹大道从此始出。探5景，参悟道法，在体内铸就大道宝门，修行神通，大道起源海之上铸道门。6景，孕育元胎，化出元婴，此为修行下3景与中3景。至于上3景修至此，修为者寥寥无几。陈14年纪轻轻便迈入修行第4景，命不由天成，金丹大道从此始出，探前途无量。要知道，在这之前，除了李玄霄之外，青云门弟子迈入第4境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走吧，师尊要见你。墨竹道：师姐。陈14一，他拜入通天峰的时候，忘情道人已经接任了青云门门主，诸事繁多，对于他这个新弟子自然无暇顾及，所以陈14平日里很少能看见忘情道人，更多的时候是门派中的长老与师姐指点他修行。很快，陈14便随师姐墨竹到了主峰大殿之中。不错，忘情道人身上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压迫感，淡淡瞥了一眼陈14，陈14低着头，紧紧抿着唇，欣喜无比。说起来，这是师尊第一次夸奖自己。按照修行界流传的说法，下3境的修士都不能算修士，修真者结了丹才算。金丹以下的修士面对金丹期的修士，在不用外力的情况下，基本上无法战胜。忘情道人淡淡道：你现在算是入了中3境起始的第4境，这个境界能卡住人一生，戒骄戒躁。
弟子谨遵师命。忘情道人紧接着又对墨竹道：有消息称，青云门叛逃弟子熊天颂在西陵与大叶边境流窜，西陵国希望青云门尽快处理此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一次你带14去吧。听了这话，陈14顿时心中更加高兴了，与师姐一起执行任务。墨竹却是眼神微微一闪。师尊，熊天颂实力雄厚，师弟刚刚入第4境，根基未稳。忘情道人淡淡道：熊天颂6境元婴修为，当年李玄霄4境修为，便力斩2位6境修士，何况这一次有你在身边。陈14暗暗握紧了拳头，不等墨竹再开口，立马道：师尊放心，弟子定辅佐师姐，带着熊天颂的尸体回来。你们去吧。忘情道人重新闭上了眼睛。墨竹给了陈14一个眼神，示意对方先离开。陈14走到店外，听见店内的交谈声。师尊，林和等人已经归宗，完整的事情经过已经记录到留影石当中。店内沉寂了一会儿，似乎是在播放留影石所记录画面。良久后，忘情道人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是一声重重的叹息。陈14从未见师尊如此，而他也明白，造成这一切的都是那个他并不怎么熟悉的大师兄。陈14拜入师门的时候，李玄霄早就伤势恢复无望，远离了通天峰弟子所居住的地方，所以陈14与李玄霄接触并不多。只是对于李玄霄的那些传奇故事，他是在了解不过的。一位师兄曾说，如果通天峰没有李玄霄，陈14定会是青云门最为耀眼的星星。他8岁入青云门，15岁在1年的时间内一招得道，连破3境，更是在未满20岁这一年踏入了第4境。这一切都足够耀眼，可偏偏在他的上面有一个更为耀眼的存在。即使他如何努力，别人都会轻飘飘的来一句：“当年李师兄如何如何。”想到这儿，陈14不由得捏紧了拳头。许久后，墨竹师姐从店内走出。师姐，墨竹师姐摆了摆手：“回去准备一下吧，明天出发。”好。陈14看着墨竹师姐愈发憔悴的脸色，心生不忍。自从李玄霄离开青云门后，墨竹师姐的脸上就很少再看见笑容了。他知道师姐在担心什么，也知道通天峰的各个师兄弟在担心什么。李玄霄被设局赶出青云门，如今修为恢复，对于青云门来说，这是最大的变数。陈14深吸一口气，忽然转身走向大殿。师傅，他朗声道。墨竹诧异地看着他的背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师傅，我不是李玄霄，我也不会是李玄霄，给我时间，我定将超越他。深山暴雨，电闪雷鸣，暴雨哗哗，向天河决了口子。李玄霄一行人赶到了山中的一处破庙。林道林看着眼前的破庙，残垣断壁和破败的门窗，满是灰尘，充满了腐败味。宁塑荒坟，不住荒庙。林道林说。不过显然阿七和李玄霄都不怎么在乎这一说法。林道林便又拍马屁的说道：“不过有大哥在，什么都不用怕。”好了好了，李玄霄搓着手，这庙怎么变得这么破了？你以前来过？阿七好奇地问。很久以前了。一边说着，李玄霄一边走到那尊倒塌的泥胚神像前，将泥胚神像扶起来。李真人，好久不见。下一刻，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出现在眼前，这场面可把林道林和阿七吓了一跳。哟，土地，怎地庙宇破成了这副样子？土地呵呵一笑，河流改道，进山的路变难了，就连原先的山神都换了人。我这一个小小土地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李真人怎么得闲来了？李玄霄道：“路过罢了，顺带看看你，想着来蹭一顿饭吃。谁知道你落魄成这个样子了，看样子饭是吃不成喽。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土地公道：“不过需要李真人帮我一个小忙。”呵呵，听这口气，这忙肯定小不了。土地笑眯眯地说：“对于李真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小忙。能不能劳烦李真人把我的像搬到山那头的柳河县？”土地公叫刘楚，生前是一个穷秀才，家道中落，与苏念自幼相识相知。少年会因少女的目光而羞红耳根，会因突然的探身而不知所措。虽有青涩甘甜的竹马之情，却因身世命途的无奈约束而困难重重。少年知晓，唯有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方能为这段爱情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天意弄人，进京赶考前1日，小县发了洪水，少年为救百姓，用祖传的遇水之法试图救下百姓。在他的庇护下，先后有数百余位百姓得以逃生，最终少年力竭而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的恩德，便为他塑了像，成为了当地的土地神。这便是才子佳人的俗套故事。李玄霄曾在刘楚的庙中暂住过1个月，那个名唤苏念的女人，每隔几日都要上山来拜土地神，每次来都要带一个少年爱吃的苹果。第2天的清晨，雨停了，李玄霄把刘楚的神像放在小毛驴的背上。那丫头怎么样了呢？李玄霄问。在他看来，苏念自然是一个小丫头，不过此时对方早已是耄耋之年，儿孙满堂。刘楚露出一抹苦笑。他病了，已经有好久没有来了，我想去看看他。阿七转过头，好奇地问：“土地公公不是有神通吗？”可是已经好久没有人给我奉上香火了，别说法力了，我现在还能存在于世间，就很不容易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河流改道，要想上山很麻烦，还好每隔一段日子都能吃到一个苹果。刘楚说这话时，语气中满是幸福。他顿了顿，继续说：“哎呦，最近隔壁县新来了一个城隍，这位城隍行事有些过于霸道了。他跟我们县的城隍之前有一些过节，却把私人的恩怨带到了办事当中，立下了许多特别的规定，不许我们县的阴官踏入他们县的界内，
还强行将许多游荡的鬼魂往我们县塞。现在2个县的城隍就准备到都城隍那里去打官司。刘楚许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于是此刻话尤其的多。麻烦真人了，请吃饭就好了。李玄霄随意的说道。李真人的宝贵时间怎能浪费在吃饭上？巧了，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刘楚眯起双眼看着李玄霄，真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呢。哦，很不一样，但是小神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刘楚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地，他只是知道李玄霄很厉害，但具体多厉害他不清楚，更加不知晓所谓修行界的大事，所以他此时真的只是感受到了李玄霄和从前的不一样。这个曾经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的人，如今却散发着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息，仿佛一切烦恼都已离他而去。李玄霄的步伐变得更加轻盈，他的身上也散发出一种自在的气息，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刘楚道：真羡慕真人你啊。山风扑面而来，带着山林的香气，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舒适和愉悦。风中还夹杂着松针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下山的路走了3天，第4天的夜晚，已经能看见山下的灯火。李玄霄一阵咳嗽，身体剧烈的颤抖着，脸色苍白如纸，额头上冷汗淋漓。一方面是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状态，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另一方面，伤势虽然在不断恢复，可是丹田根基一毁，却是无法逆转的损伤，以至于有些撑不起他现在的灵力。如果说李玄霄原本的身体是一个大到几乎没有边际的水库，那么受伤以后，水库被毁，里面的水全部丧失殆尽。而现在的李玄霄虽然重新拥有了储水的能力，可是并没有那么广阔的水域，无法储存太多的水。每一次修炼，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仿佛是在抗拒着那些灵力的涌入。李玄霄一抬眼，发现走在前面的阿七把头转过来，有些担忧地看向他。李玄霄回应他一个安心的笑容。不远处的山势突然有变化，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悄悄觉醒。起初只是一些微小的震动，但很快这些震动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整个山石都开始颤抖起来。一个巍峨的巨影从山中拔地而起，身上弥漫着浓郁的山川之势的神光，这股气势磅礴而强大，让人不禁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敬畏之情。吾乃柳河山神，尔等何人？刘楚拱了拱手，小神刘楚乃是赵县的一方土地，拜见山神大人。赵县？山神冷哼一声，赵县的土地来我柳河做什么？小神的供奉之力已所剩无几，想趁着尚在人世，最后看一看故人。赵县阴官不得入柳河县。刘楚陪着笑脸，小神知晓，最近柳河县与赵县的阴官闹出了一些误会，山神大人心胸宽广，自然不会因为这等小事为难小神，还望山神大人行个方便。小神感激不尽。你倒是会说话。山神道：我与那柳河城隍私交匪浅，若是放你过去，我怎好与其交差？刘楚做了多年土地，阴间的官场与阳间的官场没什么差别，他自然懂得这山神的意思，没一点好处，对方怎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楚面露尴尬之色。山神大人，小神已许久没有得到香火供应，更不用说其他的一些值钱的物件了。山神先前便已看出对方香火气息衰弱至极，如今听对方亲口说，于是便愈加不耐烦起来。闲话少说，再往前走，莫怪本座不客气。可是根据阴间律法，并无此条例款。小神虽身为赵县土地，却也有权前往柳河县。话还没说完，便被山神冷冷打断。怎么，你想跟本座讲道理？小神。刘楚的身体变得更加虚薄了几分，似乎是被山神强大的气势所影响。这时候，林道林走了出来。这小子倒是个胆子大的，面对这场面一点也不见打怵。他伸手想拍刘楚的肩膀，可是手却并没有碰见实体，于是只得给了对方一个眼神，仿佛是在说交给我吧。只见他从怀里拿出2个桂花饼递给山神。喏，给你的。林道林年纪虽小，对于人情世故这方面确实很会拿捏。他知道这时候应该给对方一些好处，于是大方地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桂花饼。这桂花饼究竟多有魅力呢？就这么说吧，李玄霄已经朝他要3、4天了。在他看来，就连李大哥这种厉害的剑客都想吃一口这桂花饼，更不用说一个山神了。山神冷着一张脸盯着眼前这个小娃娃，偏偏林道林还一脸得意的表情，仿佛是在说想吃吧，我就知道你想吃。林道林手中的桂花饼忽然脱手而出，在半空中被一只手接住，这才没有落在地上。李玄霄一口咬掉了大半个桂花饼，林道林同样感受到了来自山神的压力，忙躲到了李玄霄的身后。李玄霄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仔细的品味着舌尖上的美味。桂花饼口感细腻柔软，如同云朵一般。他一边吃一边拍了拍林道林的肩膀，少年还是太年轻了，看大哥的。大哥，你要用剑术揍他吗？林道林低声问。李玄霄高深莫测的摇了摇头，认真的对林道林和阿七说：记住，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以暴制暴通常只会使矛盾升级，只能让对方害怕畏惧，要么表面上服从，要么奋起反抗。暴力只会让对方内心的反抗欲望更强，而不能化解问题。2个娃娃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李玄霄淡淡一笑，对山神道：还请山神给个面子，我们去就回，绝不麻烦山神。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李玄霄再次拱了拱手。这柳河山山势连绵，能成为这一山正神，阁下也算是修行有成，想必也是有德之人。2县城隍因私怨而牵连2县阴官，已是违反了律法。足下身为山神，
大可不必卷入这趟浑水当中。谁曾想，听了他这话，山神怒气更上几分。你以为你是谁？用这种口气与本座说话，本座如何办事，轮得到你指手画脚？有一些法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随着山神洪钟大吕的声音响起，周遭飓风四起，飞沙走石，树枝被吹得东倒西歪。在下姓李，名玄霄。飓风骤停，山神表情微微一僵。李玄霄。李玄霄双手交叉胸前，身子微微后仰。林道林满是佩服地看着李玄霄的背影，这是他在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孤身走江湖，处不平之事，报一个名字，便足以将恶人吓得胆寒。山神李玄霄，李玄霄是谁？山神并不认识李玄霄，就像是县衙里的衙役也不一定认识当朝的宰相一样。我李玄霄用剑。那个李玄霄似乎是觉得在孩子面前这场面有些尴尬，比划着逐渐想让对方想起来。本座管你是谁，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猢狲！山神已经没了继续交谈的耐心，便要好生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李玄霄面色不变，来，咱俩去那边聊。林道林不解道：这山神都把咱大哥骂成这样了，咱大哥怎么连屁都不放一个？阿七平静道：被骂成这样都面色不变，宠辱不惊，坚持以德服人。阿七若有所思，对于李玄霄的认识第一次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他想起铁牛曾跟他说过的话：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毫无道理的出手，真正的强者愿意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李玄霄是我们几个中最温柔的一个，他从来不轻易跟人动手，总是温文尔雅，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嘴角总是挂着一抹微笑，无论遇见什么都不急不躁，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实力强大而志得意满。没一会儿，山神鼻青脸肿的再一次出现。哎呦，你看这闹了多大的误会！您早说您是李玄霄，又何必闹这一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来，跟我走，我带你们下山。呵呵，误会全是误会。李玄霄拍了拍竹剑，嘟囔道：还是这玩意儿好用。阿七摇了摇脑袋，将刚才的想法全抛了出去。他又看了一眼正在向林道林炫耀自己剑术的李玄霄，默默地想到：铁牛骗人。李玄霄等人一路用毛驴驮着刘楚的泥胚神像到了柳河县，因为刘楚现在香火之力过弱，其魂不能离开本体泥胚神像太久，于是李玄霄一行人便跟着刘楚一起去了刘楚心心念念的姑娘家门外。多谢李真人了。刘楚的身影愈加稀薄，像是一阵风打过来都能被吹散。李玄霄淡淡道：快去吧，我看那丫头没多长时间了。刘楚从怀里掏了半天，摸出一个碎银子递给李玄霄，这是说好的报酬。李玄霄接过银子抛到空中，又接回手心里，嘴角挂着笑。也不知道苏念那丫头还记不记得我了，待会儿替我问个好。刘楚点点头，身影穿过石墙，进入了宅子。李玄霄随手揪了一根路边的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嚼着，抬眼才发现整片天空都变成了温暖的颜色，天空已经被夕阳浸染透了，就像染缸里的布料一般，没有一点留白。阿七靠着墙边站着，歪了歪头说道：他是要跟自己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吗？是的呢。李玄霄轻声说。苏宅垂垂老矣的苏念躺在榻上，他的身体就像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慢慢的耗尽着最后的能量，眼睛深深的凹陷在眼眶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就像两口枯井，暗淡无光。刘楚深吸一口气，就站在苏念的床前，可是对方并没法看见他。刘楚脸上同样布满了皱纹，就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写满了岁月的痕迹。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无法发出声音。他的思绪渐渐飘回到了过去，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因为母亲改嫁，所以他从柳河县搬到了赵县。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继父待他不好。他想着父亲在世的时候，想着邻家名叫苏念的姑娘。某一日，他在家砍柴的时候，忽然被人拍了拍肩膀：“有好好吃饭吗？”一回头，就见苏念笑盈盈地站在自己身后，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他的鞋子很脏。后来刘楚才知道，为了见他，姑娘一个人翻了一座山到的赵县。后来的后来，刘楚常常往柳河县跑。再后来，他意外成为了土地。又轮到苏念一遍遍踏着这条山路，踩过的云，翻过的山岭，喝着冷气，仰头望过的星河万里。可惜最后的最后，他终究是失约了。刘楚深吸一口气，用最后的香火之力，将自己的虚影幻化成形，出现在苏念面前。有好好吃饭吗？夕阳洒在河面上，随着波浪的抖动，因前几日下大雨而浊黄的河面呈现出不同的光与影像，是无数的天上星落进了河里。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这美丽的故事伴奏。那些执着已久、种在心口的痴迷爱恋，随着时间的洪流冲击成点点碎屑。李玄霄眸光微微闪动，忽然伸了一个懒腰：“我们走吧。”刘楚爷爷呢？阿七问他。他呀，他已经告完别了。李玄霄淡淡道。他还会回来吗？林道林说：“不会了。”他已经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了。阿七低着头，可是他们最后也没有在一起，岂不是很悲伤？李玄霄嘴角挂着笑，怎么会呢？这世间的美好太多了，朝晨簇新的阳光，微风吹起的衣角，春天新生的泥土，冬天温暖的火炉，伸向青瓦的梅花，院子外的桂花续着故事的篝火，写满月亮的诗歌。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老板，面条怎么卖？老板不敢当，
就是路边卖面的。面摊的小贩笑着抬起头，眼看就要入了冬，天气渐寒，这一大早的街上少见人。眼前这个年轻人领着2个孩子，牵着一头毛驴，看起来像是旅人。来几碗面？3碗。片刻后，李玄霄面前的1碗面就被扒空了，他舔了舔嘴角，意犹未尽的咂巴咂嘴，心里还在回味着面的余香。这时，小贩刚捞出水的面条，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李玄霄就一阵吆喝，声音响亮而热情：“老板，来1碗面，多放辣椒和葱花。”小贩听到声音，熟练的将刚出锅的面条放在了李玄霄的碗中。李玄霄赞了一句：“好面。”客官打哪儿来？南面。要往哪边去？北面。渐渐的，小贩发现了不对劲，这位年轻人有些太能吃了，一碗接着一碗，都赶不上趟了。自己锅里的面刚出锅便被对方要了去，这一会儿的功夫，便是20多碗面条下了肚子。小贩高兴的同时，隐约有了一些担忧，不会把他给撑死的。客官您可悠着点，这面可不像小菜，实打实的面团揉的，吃多了撑。李玄霄还要继续吃，阿七伸手拉了拉他的袖角。李玄霄低头去看他，阿七圆溜溜的眼睛滴溜的转着，把小手摊开伸到李玄霄面前，里面只剩下15文钱了。原本他们是有很多钱的，来源于死在马匪手里的林道林发小二叔一家。结果之前在城里的时候钱弄丢了，因为这事林道林大哭大闹了许久。这可是我留着以后讨8个婆娘的钱。李玄霄算了算他刚才吃的面条，这15文钱肯定是不够的。就这些，没有了吗？阿七摇了摇头，没有了，就这么点了。李玄霄又看向林道林，林道林摇了摇头，我也没有了。你小子最爱藏钱了。李玄霄不信邪的去摸对方的口袋，大哥，我真没了。听见这番话，小贩心里咯噔一声，感情是个吃白食的。不过看李玄霄这身打扮和穿着，再看身上的气质，怎么也不像个吃白食的。李玄霄挠了挠头，要不把毛驴卖了？不行。林道林顿时1蹦3尺高，这毛驴可是他从小养到大的，怎么能说卖就卖？李玄霄目光瞥到街道一旁的店铺，忽然来了主意，于是站起身就往店里走。小贩见2个孩子和毛驴都在这儿，也不怕他逃了。店家正在挥笔写着文章，见有人来了，招呼道：“客官要看点什么？砚台、镇纸还是其他的文房四宝？”李玄霄四处看了一眼，砚台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山水有花鸟。上等的镇纸则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制成，上面镶嵌着猫眼石、绿松石、琥珀。店家来1张宣纸，就要1张宣纸。卖吗？店家失了兴致，原本看这人穿着不错，还以为是个大卖家，于是随手抽出1张宣纸，2文钱，多谢。借笔一用，可否方便？方便。店家也不是小气的人，李玄霄道了谢，将2文钱放在桌子上，取过毛笔，沾了沾墨水，手指轻轻握住笔杆，感受着笔尖与纸张的接触。李玄霄左手撸起右手的袖子，右手拿起毛笔，笔触轻盈灵动，观之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随着他的笔触不断的移动，纸上渐渐浮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那是一幅山水画卷，山峦起伏，云雾缭绕，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仙境之中。李玄霄的笔触越来越快，右手不断的挥动着，笔下的线条也越来越流畅，整个画面也变得越来越生动。终于，他停下了手中的笔，轻轻的吸了一口气。他将手中的笔放下，轻轻的按摩了一下右手的手指。许久没有作画，手指有些发酸。李玄霄的书画是师从大业朝前国手，当年他在师傅面前立誓，此生只在世间流传10幅画作。那之后便甚而又甚。店家站在那幅画作前，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嘴巴也不由自主的张大了。他亦是懂画之人，此刻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画中的世界，被那细腻入微的笔触所吸引，整个人都陶醉其中。画中山岳巍峨，江河浩荡，借助布局，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舒适的美，隐隐约约竟能让人有一种可以沟通天地的明悟。李玄霄道：“这画作，店家认为如何？”店家半晌才回过神来：“好，好。”一连说了3个好字，又觉得这么说有点太干了，正准备将自己对于这幅画作的理解到豆子一般的说出来，李玄霄一句话打断了他：“店家可愿买下来？”那自然是好的。李玄霄算了一下面钱，不多，给个70、80文就行。70、80文。店家嘴角抽动，他甚至都有了心理准备，对方说70、80两，谁知道来了一句70、80文。好，没问题。没问题。店家点头如捣蒜，似乎是生怕李玄霄反悔一样。他大手一抓，在柜台上抓了许多碎银子，看也不看就递给对方。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倒也没有拒绝，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钱。算起来，这是他流传于世的第2幅画作。第1幅画作，他送给了一个女人。当时的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再次提笔，会是为自己换取几两碎银子。行，也算值得，千金难买爷高兴。李玄霄收了钱便潇洒离去，头也不回，没有一点留恋和不舍。说起来，他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家店铺叫什么名字。这位客官可否留个姓名？店家这才想起来。李玄霄摆了摆手，店家欣喜若狂，兴奋地搓着手，盯着画作，越看越有味道，恨不得立马便要临摹一番。忍住心中的悸动，不过当务之急是将此画裱起来。名画重裱，如病言医，一善则随手而起，一不善则随手而毙。李玄霄慢悠悠地离开了店铺，回到路边的面摊。其实一碗面也就几文钱，别看李玄霄吃得多，实际上并没有花多少钱。付账的时候一共付了75文，面摊的小贩收了他70文。大哥，你哪来的钱？林道林诧异地看了一眼店铺的方向，低声说：“大哥，你去抢钱了。”李玄霄敲了敲他的小脑袋：“你大哥我什么身份？怎么能做那种不体面的事情？随手一副墨宝就能卖到天价？”他将赚来的钱交给小管家阿七，阿七眨了眨眼睛。好厉害！他是第一次由衷的夸赞李玄霄。在阿七的认知当中，只有村子里的私塾先生会写字，更不用说像李玄霄这种能将书画拿出去卖钱了。卖了
好多钱。阿七嘟囔，这些钱不知道要打多少次铁才能赚回来。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收起来，免得像上次一样弄丢了。阿七抬起头看向李玄霄，可以教我写字吗？你们两个小家伙，一个要学我的剑，一个要学我的字，一个比一个精。李玄霄摇了摇头，不教不教，当我是什么村口的教习先生吗？我以前那可是……李玄霄正要侃侃而谈，就听阿七说：“阿七以后的糕点都给你吃。”李玄霄用手指肚摩擦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还不错。街上人来人往，各种小贩在街边摆摊设点，叫卖声不绝于耳。陈十四左瞧瞧右看看，自从拜入青云门后，他就很少下山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卖面条的小贩，他站在一口大锅前，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筷子，不停地搅拌着锅里的面条。面条煮熟了，他就捞出来放进碗里，再加上各种调料，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就做好了。那面条又细又长，又滑又嫩，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流口水。陈十四抿了抿嘴唇，喉结上下动了动，突破下3境后，修士便辟谷，不需要五谷杂粮维持身体所需，但也有不少修士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仍然会品尝美食。吃碗面。身旁的墨竹忽然开口道。陈十四一怔，不用。他知道师姐已经多年没有碰过五谷杂粮了，辟谷20余年，自己也绝不能动了这口腹之欲的念头。何况这还是自己第一次跟师姐下山执行任务，在这休息一晚，明天出发。月明星稀，还没有到宵禁的时间。陈十四听着外面熙熙攘攘的声音，走到窗边，他忽然很想跟师姐一起去外面走走。可是走到师姐房间门口的时候，又停住了脚步。师姐现在一定在修炼吧？他深吸一口气，终归没有鼓起勇气敲响师姐的房门，而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街头。陈十四漫无目的的走在街头巷尾，最终走入了一家名叫荣宝斋的店铺。客官您里面请，想看什么自己挑。店主头都没有转一下，直勾勾的盯着墙上新挂上的山水画，越看越叫人喜欢。连续2晚他都没回家了，而是直接在店铺住了下来，生怕这幅画作被人给偷了。他现在的心里十分矛盾，既想跟旁人强烈的分享，又担心出了意外被人惦记，毕竟才不外露。陈十四在店内转了半圈，没有入得了眼的物件。见店主神情专注，于是顺着对方视线的方向看去。陈十四盯着那幅画作，青云门有不少师兄师姐都是书画大家，画作灵韵自成，非凡物可比。他本是抱着无聊的心态顺便逛逛看看，却被这幅画作深深吸引。他不自觉地屏住一口气，见画如见人，作此画之人，道行之深，难以捉摸。店主只能隐约感受到画中意境，可陈十四本就是修行者，神识远非寻常人可以比拟，一眼便沉浸在其中。眼前浮现出一片青山绿水，耳边回荡着悠扬的古琴声，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世界，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良久后，陈十四回过神来，沉声道：“店家，这画怎么卖？”店家咧嘴一笑：“客官也觉得这画不错，不瞒您说，这几天但凡来我店的人都这么说。”陈十四见对方并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于是又道：“这画怎么卖？”这是非卖品，客官对不住了，这画我自己还要留着呢。一方面，店家隐约觉得之前留画那人说不准是一个名家，不对，肯定是某个他不认识的名家，偶然路过此地，偶然又留给自己一幅画作。若是低价卖了出去，能让自己后悔一辈子，这可是足以当传家宝一样的宝贝。另一方面，他自己尚且没有欣赏够，就算有人花高价，自己也舍不得。陈十四微微皱眉，能做此画作之人，定是有大修行之人。于是他又向店家打听了一番这画的详细来历，得知是某人用这幅画换了一些散碎银子后，他眉头皱得更深了。店家，您开个价，我不还价就是。在陈十四看来，这幅画留在店家手里，顶多就是换一些钱，白白浪费。客官，这画真不卖，200两。店家面色微微一僵，如今虽是盛世，普通一家5口1年的口粮也就不过10几两银子。这幅画作虽是值得欣赏，可1枚落款2枚印章，在这样一个小城，你要拿出去卖200两，绝对被别人当成脑袋有毛病。300两。陈十四见对方不答，不紧不慢的又加了100两。店家嘴角抽动，心跳不由得加快。这不过是商人的本能告诉他，只要自己不松口，这个价格还能上涨。他强行稳定心神，客官400两。他故意没往下说。陈十四毫不犹豫，500两。店家内心又是一震，终于是忍不住松了口。好，成交，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想最后再临摹一遍。店家在小城内书画水平也算是排得上号。良久过后，店家看着自己临摹的作品，忍不住蹙紧了眉头，相差实在是太多了。陈十四一言不发地从笔架中抽出一支笔，轻吸一口气，将笔尖放在纸上，开始画下第一笔。好。店家脸上露出笑容，在他看来，眼前这2幅画作相差无几，可是，在陈十四眼中，2幅画作天差地别。爽快地付了钱之后，陈十四便将那幅山水画取走了。客官，你的画。店家拿着陈十四临摹的那幅画追出去，陈十四摆摆手，淡淡道：“送你了。”店家张了张嘴，喜笑颜开地拿着画回了店中。这2幅画在他眼中基本无差，还平白得了400两银子，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回到客栈，陈十四越看这画作越觉得奇妙。他忽然想起来，墨竹师姐钟爱山水画作，房间中便有许多类似的山水画。陈十四山水画的底子也是被师姐调教出来的，看样子成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画作还没有落款。陈十四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并且冲动让他很快便付诸于实践。师姐，这熊天颂当初为何叛逃宗门？陈十四借口修行一事，将师姐请到了自己的屋内，事先已经摆好了画作，将画表取下来，
露出里面的宣纸，平整地铺在桌子上，且旁边故意放了笔墨，营造出一种自己不久前刚做完画的假象。陈14心中有些忐忑，不过一想到师姐见到画作后夸奖自己的神情，便满是期待。半晌后，在陈14的故意引导之下，墨竹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画作。14怎的有了闲心作画？一时兴起，正想着让师姐看看。话刚一说完，陈14便注意到了墨竹的表情有些不太对，他心咯噔一声，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墨竹沉默片刻，这幅画从哪儿来的？陈14不敢撒谎，如实道：是从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店铺买来的。墨竹猛地站起来，手腕上光华一闪，腕上戴着的手环陡然化作流光飞掠而出，呛啷啷间化为一柄佩剑。墨竹自然认得这是李玄霄的画作，师兄曾立誓此生只传10幅画作于世，而师兄的第1幅画则是送给了那魔教妖女。后来魔教被灭，那妖女被师兄所杀，画作却不知所踪。墨竹从未见过那幅画，不过却知晓此事，也认得师兄的笔迹，于是立刻联想到有魔教残余潜逃至此。陈14见师姐这副模样，完全不明所以，生怕师姐误会了什么，于是忙将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那店主所说的画作来历。听完陈14的解释后，墨竹微皱的秀眉才舒展开来。师兄曾路过这里，竟然还因为换一些钱财便送出去1幅画。要知道，当年那北邙长公主想求师兄1幅画，寻死觅活，北邙皇帝疼爱女儿开出天价，却都被师兄拒绝了。如今师兄却随手将自己的画作给了一个城中开店铺的店主，师兄变了，师兄真的变了好多，让他有些不太认识。陈14望着师姐阴晴不定的表情，心虚的低下头，懊悔不已，自己怎地就被猪油蒙了心，竟然能想用这个蠢方法讨师姐的欢心。这画作定是被师姐认出来是某个相熟之人所做，自己早该想到的。师姐成名已久，交友广泛，能做此画之人也不会是寻常人，与师姐相识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陈14低着头，恨不得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找个地缝钻进去，却完全不知道对面的墨竹师姐半点没有琢磨刚才的事情。墨竹只知晓那个曾经与他最为熟悉的人，正在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一想到这，心情便有些难受。良久，墨竹从画作上移开了目光，既已得此画，便是你的造化，好生收起来吧。陈14犹豫了一下，方才师姐明明问他是不是在作画，他还说不过是一时兴起，很明显就是表示这画是自己所做。不过要解释也能勉强辩解，可是那样又显得太过心虚。师姐，这画是何人所作？你的师兄。墨竹淡淡道：师兄。陈14的师兄有很多，不过见师姐这副表情，他立即就明白了这个师兄是谁。能让师姐如此挂念的人，除了李玄霄还能是谁？看着那幅画作，陈14心中五味杂陈，竟然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早点休息吧。说完，墨竹便离开了房间。对于他假冒画作的事情，一字也没提，似乎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陈14深深吐出一口气，拳头不由自主地攥紧，他的目光重新落在画作上。他拜入山门的时候，李玄霄修为已经被废，所以他仅仅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过李师兄的传说，更别说见过对方的书画。听店家那口气，当时李玄霄不过随手一画便能成如此大作，他忽然有一种将这画撕成粉碎的冲动，仿佛这样他就能超过那对于他来说不可逾越的高山。羊肠小路狭窄而曲折，两旁是茂密的树林和绿草如茵的田野。平日里，村里的农民们沿着这条小路来往于田野和村庄之间，用手推车或肩挑着农作物，走过这条崎岖的小路，把丰硕的果实带回家。李玄霄牵着小毛驴，轻快地迈着步子，哼着有些走调的小曲。走在最前面的少女阿七心不在焉，似乎是有些想念家乡了。林道林则是不然，一会儿捉一只虫子，一会儿捏一个雪球，少年心性根本让自己闲不下来。越往北走，天气越发冷，半月后便是大雪漫天，铺天盖地，寒风呼啸，气温骤降，鸟的踪迹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柴门被风推开，李玄霄坐在凳子上，脚边的火炉子烧得正旺，叉子上烤着滋滋冒油的兔子肉。两个小家伙靠着火炉烤火，李玄霄拿着小半坛子黄酒，一脸惬意。日暮降临，远远的一片苍茫的群山，好在发现了木屋，否则今夜还不知道睡哪呢。过了这片山，就到西陵了。李玄霄大口喝了一口酒，又咬了一口肉。林道林看着眼馋，大哥也给我喝一口吧。去，小孩子喝什么酒？大哥你瞧不起人。林道林反而站了起来，我5岁就泡在酒缸里了，什么酒没喝过？哼，人小鬼大，吹牛皮一个顶了。林道林觉得在阿七面前有些丢了面子，抢着要去喝酒。李玄霄一手将他拦住，一手拿着树枝在雪地里写画画，教阿七写字。阿七坐在他的身旁，静静地看着，眼中闪烁着渴望和好奇的光芒，小手紧紧地握着树枝，仿佛在感受着知识的力量。每一笔每一画，他都在认真地学习，仿佛要把李玄霄的教导铭记在心中。远处白茫茫的一片，走过来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老者。阿七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不知怎么，他觉得看着这人有些不舒服。不知可否借吾烤烤火？老人有些嘶哑的声音响起。没问题。李玄霄淡淡道。多谢。足下是要去西陵？老人问。是。老人看了一眼坐在李玄霄身旁的阿七。足下可识得那龙虎山曾经最为盛名的造诣赵灵川？阿七眉梢一动，默默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认识，不如阁下与我说来听听。李玄霄好似来了兴致。那赵灵川一介凡人，30多岁还没有踏上修行之路，要不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绝不可能成为龙虎山的造诣。整日吃喝玩乐，混吃等死，没有人将他放在眼里，谁也不会想到大器晚成。身为龙虎山造诣，却手握12枚龙虎旗牌，横扫北方关外诸妖，广揽门客，开衙建府，
甚至历任龙虎山天师没有做成的事，让他给做成了。可凡事过犹不及，他的存在不仅威胁到了北方关外诸妖，甚至连龙虎山都对其心生不满，动了将其除掉的念头。龙虎山造诣本是龙虎山应对人手不足所设立，可后来者居之竟然压过了龙虎山的风头。只知赵灵川，不知龙虎山，关外诸妖容不下他，龙虎山也不容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活得了？终于在龙虎山的暗中授意之下，关外诸妖联手诛杀了赵灵川，且诸妖共同立誓，若是有赵家后人再次出现，关外诸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其扼杀。戴着斗笠的老者顿了顿，继续说：事实上，当时赵家满门便已被屠灭，唯独其幼女侥幸活了下来，被一位退隐的修行前辈收留。诸妖这才不敢轻举妄动。林道林左瞧瞧，右看看，敏锐地发现了气氛有些不太对劲，握紧了竹剑。李玄霄又喝了一口酒，一身英雄气却落得这样的结局，可惜可惜。老者呵呵一笑，那赵灵川总是将邪不压正挂在嘴边，最后又怎样？足下既与那赵灵川没什么关系，只是受人之托，也不知其中事情原委，不如就此掉头如何？李玄霄挠了挠头，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关外诸妖真令人感到不安呢。老者的眉头逐渐皱起，他怎么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调侃的意味？片刻之后，有巨大的黑影平地而起，坐在地上的年轻人紧随其后，却比前者先一步窜到了半空，腰间的竹剑向下斩去，只一剑便将那巨大的黑影重新砸回了地上。不过半个喘息的功夫，李玄霄的身影又回到了地面，接住了从他手中掉下却还未落在地面的黄酒。在木屋前，一具巨大的黑色蟒蛇身体正匍匐在地上蠕动着，鳞片闪烁着黑曜石般的光芒，眼球闪烁着冷酷的光芒，透露出对生命的蔑视，让人不寒而栗。黑色的鳞甲上鲜血汩汩而出，让人作呕的腥臭味很快便弥漫开来。林道林和阿七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看着这条比他们这辈子见过的蟒蛇，加起来都要大的家伙。倒是小毛驴镇定如常，按理说这种没有心智的畜生，此时早应该被吓得本能的四处狂奔起来。上一次遇见6亿金鹏时，小毛驴也是如此安静地吃着路边的草。李玄霄把竹剑重新插入腰间，漫不经心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巨蟒，现出原形的老者趴在地上，身子不断地抽搐。这一剑便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看了一眼对方刚才用的普通竹剑，自己这500载的修行还不敌对方手中一把竹剑，看样子似乎只有自己诚然大概才有一战之力。在下有眼不识高人了，回去告诉关外诸妖，这丫头我罩着的。蟒蛇的眼珠子转了转，听对方的口气，自己还有一条活路。片刻后，蟒蛇在此处山脉消失，身躯在地下迅速穿行而去。李玄霄双手叉腰，站在2个娃娃面前，那得意的表情仿佛是在说：厉害吧，愣着干什么？赶紧夸我帅啊！阿七看着他一动也不动，故意不说话。李玄霄仰着头，没有听见夸赞声，把眉头一皱，很厉害。阿七这才说：还有呢。阿七沉吟片刻，还有很厉害。没有别的词了。李玄霄皱眉看向巨蟒逃离的方向，心里想着要不要将那巨蟒抓回来，再吓唬吓唬2个小家伙。阿七看着李玄霄的模样，不由得再次回想起铁牛曾与他说过的话。李玄霄很谦虚，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实力强大而自满。阿七摇了摇头，铁牛骗人。玄霄一点也不谦虚，而且十分喜欢嘚瑟。林道林把小手拍得啪啪作响。大哥，我要是苦练剑法，是不是能像你一样厉害？李玄霄自信一笑，大概吧，那得看你的天资如何，毕竟像你大哥我这么厉害的人可不多见。林道林若有所思，嘟囔道：像大哥这么笨的人要练很久，要是自己练，岂不是很快就能很厉害？李玄霄一巴掌打在他头上。嘿，你小子说什么呢？大业与西陵原本相邻，2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摩擦，几次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战争。后来以加盟关为界划定区域，称之为关外3不管地带，2国不再接壤，这才不像之前那般针锋相对。此时关外浮云城大酒楼，咚咚咚，随着打更人锣声的响起，原本沉寂了一整日的大酒楼，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五彩的灯光闪耀着，把整个酒楼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酒楼的大厅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美食的味道让人垂涎欲滴。此时的酒楼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小二在擦拭着餐具，准备迎接晚上的客人。很快，客人就到了。最先到的是一位走姿袅娜的美貌妇人，步伐轻盈如风，身姿曼妙如柳。有一个矮小的身影走过，却是双头人身，有4蹄踏踏，有双脚蹒跚，亦有模样可人的粉面郎君。仔细看去，白狐、野狗、虎妖、蛇精，关外各类的妖魔鬼怪齐聚于此。酒楼的大堂中一片嘈杂，各种各样的声音响起。一妖高声道：当年立誓的也有我们家老爷子，那赵灵川可将我们家折腾得不轻。如今他女儿现世，仅能留他活口。没错，把那妮子交给我，定要将他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算我一个。原来众妖今日齐聚于此，是为了商量如何对付那赵灵川后人的事情。众妖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大声嚷嚷，义愤填膺。坐在人群中的老者吐着信火，一言不发。一书生打扮模样的公子走到前头，
示意众妖安静。诸位，当年的赵灵川与我等有血海深仇，我等曾共同立下血誓，是要将其挫骨扬灰。如今其亲生骨肉现世，甚至还要拜入龙虎山门下，真当我等关外诸妖是死的？一番话说的群情激愤，就是甭管是谁，杀了他们。若真是那龙虎山在背后捣鬼，咱们就先让那西陵关外3省尸横遍野。这倒不是说大话，放在100年前，关外诸妖势力极其庞大，夹杂在西陵和大业2股势力之间，双方都有意拉拢，关外诸妖更加肆无忌惮，视人命如草芥，随意杀戮，登堂入室，甚至连1线的县官说杀就杀，有的干脆占据了一座城池，自己做起了主人。便是如今关外诸妖收敛了许多，可如果他们真有心与龙虎山撕破脸，在水源中下毒，传播疫病，制造河水决堤，这些下流的招数一个比一个好用。我估计这次背后还有大业在暗中下手，不如便连大业一起收拾了。我同意，不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怕是将我等的威名给忘记了。老者闷头喝酒，想起那个手持竹剑的男人，便是后背一阵阵地冒着冷汗。这时站在众妖前的书生公子道：刘老哥，你们柳家消息最为灵通，听说你已经与护送之人交了手，不妨说与我们大家伙听听。众妖的目光一下子全部落在老者身上，老者摘下斗笠，吐着信子，脸色复杂的站起身。老柳，那护送之人到底是何人？一位体型硕大的猪妖见对方磨磨唧唧，不耐烦地催问道：难不成还是大罗神仙不成？此言一出，众妖发出爽朗的笑声，老者却是半点也笑不出来。他当时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后来经过多方打探，才终于确定能在那个人手上过了一招，而且还活了下来。不用说别的，以后出去吹牛都他娘的底气十足。青云门李玄霄。此言一出，周遭一片死寂。谁？李玄霄？随即，众妖的表情便转为了疑惑。这件事的诡异程度，就好比2个地下帮派死斗，一个帮派去请了帮手，另一个帮派托人打听，问对方帮派请了谁，准备做一些应对措施，然后得知对方帮派去请了皇帝做帮手。众妖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玄霄，那个青云门的李玄霄。有妖不可置信地问道：青云门有几个李玄霄？老者反问。众妖又是一片沉默。片刻后，怕个鸟！一男子拍桌而起，浑身酒气，显然是喝多了酒。玄霄30年前修为便被废了，就算大伤初愈，我们一拥而上，他也未必能将我们全杀光。众妖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那李玄霄是何等人物？自己这一伙什么关外诸妖，估计都不会被对方放在眼中。当年的魔教又如何？区区一个魔教天使便能统御关外诸妖，在他们看来是高高在上的天使，可在魔教当中连号都排不上。那时李玄霄便一人一剑血战魔教，8位供奉杀死其2，死在他剑下。类似天使一样的人物数都数不过来。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可他们根本连犬都算不上，顶多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虫子。刘老，此事当真？书生公子满脸狐疑，不是他不信任对方，而是这件事实在是太过离谱了。老者点点头，随即拱了拱手，一言不发的便离开了酒楼。众妖此时心中都不免打了退堂鼓，人家已经找了通天一般的人物，再不自量力，明摆了是要去送死。便在这时，有一个笑声响起，那笑声极为刺耳，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接刺入了在场众妖的耳膜。笑声来自于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这一笑让众妖都注意到了他。生人，你笑什么？那身材高大的男人道：我笑关外群妖胆小如鼠，只知欺软怕硬，一听那稍微响亮点的名号就被吓破了胆。你说什么？好大的胆子！老子今天挑了你舌头！一听这话，众妖顿时勃然大怒，惹不起那李玄霄，还怕了你不成？片刻之后，在场众人犹如被当头一棒，皆僵在原地。那高大男人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势，令原本躁动的众妖瞬间冷静了下来。诸位，介绍一下，书生公子道：这位便是熊天颂，熊掌教。熊天颂，青云门的叛逃弟子熊天颂。熊天颂乃是青云门银剑锋弟子，自幼便脾气火爆，不守规矩，时常犯事。当年拜入宗门没几年，熊天颂就出了奸淫引宗女弟子一事，师门为了声誉影响，另一方面是不忍因为此事就舍弃一个天资卓越的弟子，于是为熊天颂妥善处理了此事。而后每次出了事，都是青云门给其擦屁股。一次带队执行任务时，意外发现一件稀世珍宝，为防止弟子之间背后下黑手，按照规矩，任务期间无论得到什么珍宝，一律都要上交宗门。熊天颂为了独吞珍宝，竟杀光了与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弟子。回到青云门后，谎称被凶兽袭击，其余弟子身受重伤，下落不明。不过这件事情他做得并不高明，很快便被执法堂找到了线索，杀戮同门，其师尊再也无心保他，因此熊天颂被迫逃离青云门，遭到青云门通缉。熊天颂名声虽差，实力却是毋庸置疑，6井修为，孕育元胎，画出元婴，便已是能开宗立派的存在。所以书生公子称一声熊掌教并不为过。说你们胆小如鼠，是高看你们了。那李玄霄名头再响又如何？我早就想会会他了。熊天颂扫了一眼群妖，满脸不屑。那李玄霄交给我去杀，你们只需要在后面看着就好。众妖齐齐看向他，熊天颂一脸高傲，似乎丝毫不将那所谓的剑道魁首放在眼里。熊天颂自然有他的考量，他如今被青云门追杀的东躲西藏，无立足之地，好不容易逃入了关外，却也没有立身之本。杀了那李玄霄，一方面是报复青云门，毕竟李玄霄虽然修为被废，可是名号却是响当当的，世人皆知青云门李玄霄。自己杀了那李玄霄，无异于当众打了青云门的脸，算是一种报复。
另一方面是向自己的背后之人递一个投名状。那世人口中的魔教余孽，如今已是自己的最后庇护之地。更重要的是，在外人看来，李玄霄修为被废是一件半真半假的传言。毕竟李玄霄灭魔教以后，30年未出山门。熊天颂作为青云门内门弟子，接触的青云门内部事情较多。银剑锋与通天锋在青云门7锋中关系一直不错，熊天颂自然知晓那李玄霄的真实情况。那李玄霄早就是个废人了，体内沾染魔魂，被视为不祥之人。他还未离宗之时，宗内长老便对他多有不满，想必如今定是被宗门扫地出门了，正好让他捡个便宜。关外横断峡谷，这里是从关外通往西陵的必经之路。关外诸妖早已伏兵掩伏，别看他们气势汹汹，但是没有一个准备跳出来做出头鸟。那李玄霄何等便是在落魄，轮得到他们欺辱。但现在有一个青云门叛逃弟子愿意当先锋，还说得信誓旦旦。熊天颂站在山顶，俯瞰整个峡谷的壮丽景色，山脉横亘，峡谷纵深，山峦连绵起伏，犹如一条巨龙蜿蜒而行。峡谷中的河水在呼吸，水花飞溅，发出阵阵轰鸣声。熊天颂深吸一口气，峡谷灵韵生风，这也是为什么关外多妖魔的原因。今日便要在此处斩杀那李玄霄，说不紧张是假的。熊天颂虽然亲眼见识过修为被废的李玄霄在武道场被一个下3井的修士打败，但也曾目睹过不过20岁的对方手握青云剑力斩诸魔。说起来，他跟李玄霄还颇有缘分。当年李玄霄入门那日，与其有过一面之缘。李玄霄的父亲因为要爬青云门的长梯，累得气喘吁吁。熊天颂虽然当时也刚入门不久，可出生在修行世家，自幼修行，对于凡人向来是看不上。只是多年后的熊天颂怎么也没有想到，便是那时的少年会成为修行界最为耀眼的存在。有风不断吹过峡谷，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远处有几道身影正在向峡谷靠近。老大，那江离和燕青的故事结局一点也不美好，你再给我讲个别的故事呗。李玄霄叼着野草，眼皮微微一抬，看向前方的峡谷，嘴角轻轻勾起。还想听什么故事？我想听爱情故事。林道林说：“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懂个屁的爱情！”走在前头的阿七忽然转过头：“阿七，想听玄霄的爱情故事。”林道林点头：“想听，我也想听。”李玄霄眸中一闪，嘴角的笑容缓缓收起，似是想起了某些久远的记忆。我是个剑客，剑客不需要女人，只有剑。小毛驴后面还拉着一辆2个轱辘的车子，车子上装着一些盛带的干茶叶。一个叼着烟胆的老人跟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车子里，两人是父子。李玄霄在半路遇见了他们，他们的驴走丢了，老人准备带着儿子去西陵，把这茶叶全卖了，换了钱回来娶媳妇。于是李玄霄便顺路拉了他们一程。李玄霄吃着老人家里自己风干的腊肠。李玄霄担心2个小家伙缠着自己讲什么爱情故事，于是主动跟老人搭话。既然你们种的茶叶能去西陵换钱，怎地旁人都不这么做？老人缓缓吐出一口烟雾。都知道能换钱，这些年西陵与大业也不打仗了，可这关外危险的很，妖魔鬼怪作祟。要不是为了给我家娃讨个媳妇儿，死也不愿冒险。说完，老汉又看向李玄霄：“后生，你上路带着俩孩子，这是要做什么？”受朋友之托，送他们去念书。念书好。老汉点点头。一行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便已经进入了峡谷。熊天颂站在山顶，望着山下的人影，嘴角露出笑意。便是这么近，对方都没有丝毫察觉，倒是那多出的一老一少引起了熊天颂的注意。不过在确定对方不过是普通人之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等自己杀了李玄霄，这关外群妖便是见证，到时再将李玄霄的人头献给魔教，换取一枚7井破镜丹。熊天颂30岁便迈入6井，此后半生皆被卡在此处，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进展。破镜丹也曾经服用过2枚，不过效果并不明显。而魔教手中的7井破镜丹，据说乃是曾经那魔教2供奉破瓶井留下的。重要的目光落在峡谷中的一干人头，哪个是李玄霄？抽烟赶车那个，还是戴着皮帽那个年轻人？亦或者是叼着野草的人？总不能是那2个小娃娃吧？那可是曾经惊天动地一般的人物，跺一跺脚就让这天下抖上3抖。这样的传奇人物，足以让他们产生好奇，想要一睹真容。熊天颂冷哼一声，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如人登高山。先前一直被压制的修为，从3井、4井一直攀升到6境巅峰。熊天颂为了躲避追杀，已经许久没有将修为攀升到巅峰境界了。此刻虽然已经确定了那李玄霄还是个废人，不过他却不敢丝毫大意，感受着体内久违的力量，仿佛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自己的血液都在跳动，每一根经脉都在兴奋。众妖在同时感受到了那股力量，明白这是熊天颂要出手了，心里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李玄霄，他的声音刚要吼出来，下一刻，这个对于自己实力无比自信的青云门叛逃弟子，突然身子微微一僵，眼神中的杀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少许的迷茫。你找我？一道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站在他身前，那人双手叉着腰，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熊天颂脚步后移，周身气血全力爆发，肌肉紧绷，力量汇聚在全身，血液奔腾，仿佛要喷涌而出。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带着风声向着对方的胸口击刺。近身杀法没有任何法器比拳头有用。当李玄霄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熊天颂便意识到了不对劲，不过他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此刻关外诸妖皆在，自己6井修为傍身，一起上，李玄霄早就是个废人了。声音戛然而止，逐渐穿透了熊天颂的心脏。我修为确实被废了，也确实变弱了，
但并不是变得比你弱。好，当李玄霄将那柄平平无奇的竹剑插入熊天颂的身体时，战斗便已经结束了。锋利的剑气炸开，顷刻间便摧毁了他的心脏。六景分为灵台、元胎、化阴3个阶段，升起灵台，孕育元胎，化出元婴。而熊天颂多年前便已是六景巅峰，化出元婴。正所谓元海澎湃生灵台，灵台之上孕元胎，元胎凝运到光灿，霹雳电闪化元婴。按理说，熊天颂即使心脏被摧毁，也绝不会当场毙命。可李玄霄在一瞬间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剑气倾灌其中，不给对方任何反击的机会。剑气撕开熊天颂的身体后，除去消耗的一小部分剑气，其余剑气悉数再次被李玄霄吸纳。剑客的剑气并不是无穷无尽，而是需要剑客夜以继日的磨练，获得那几分剑气，用一些变少一些。李玄霄拍了拍自己膝盖上的沙土，无声地叹了一口气，真不如从前了。熊天颂的身体笔直地倒下，再无声息，元婴被毁，便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他。李玄霄将竹剑重新拔出来，四处看了一眼，下一瞬间，一道道身影向四面八方逃窜。此刻，关外诸妖只有一个念头，同时在心中不止一遍地问：熊天颂的8辈祖宗，这熊天颂生儿子没屁眼的家伙，牛皮吹得震天响。什么关外群妖都是宵小之辈，什么李玄霄不足为惧，什么他打头阵要把那李玄霄的脑袋摘下来。去他娘的！自己这一伙人真是没脑子。怎么就信了这个臭球爸？李玄霄一剑过后，看了一眼四散而去的群妖，并不打算再次出剑。如今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根基也被毁，剑气寥寥无几，还是留到关键时刻再用吧。片刻后，李玄霄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峡谷中。林道林远远地见他回来，说道：“大哥，你去哪儿拉屎了？我也想拉。”李玄霄气得给了这小子一脚。哎呀妈呀，大哥别踹，屁股要拉出来了。林道林一手捂着屁股，连忙跑了。老人吧嗒吧嗒抽着烟，望着升起的篝火，沉声道：“希望这一路平安无事。别遇见什么妖魔鬼怪。”李玄霄脑袋枕着双手，微微偏头，对一旁的老人的儿子打趣道：“这次去西陵换了钱，要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村子东边的阿玲，漂亮吗？”年轻人点了点头，更加不好意思了。阿玲，黑黑的，瘦瘦的，屁股还大。弯腰干农活的时候，年轻人总忍不住盯着看。他跟阿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要订婚的年纪，便缠着父亲照顾，找媒人去求婚。他家穷，拿不出什么聘礼，于是只得去西陵换钱。临走的时候，阿玲拽着他袖子依依不舍，生怕情郎一去不回。想必那阿玲每日都在村口望着自己的情郎呢。李玄霄调侃道。年轻人黝黑的脸上泛起骚红，真好啊。李玄霄由衷感慨了一句。5日后，李玄霄一行人离开了峡谷，赶到了西陵距离关外最近的一个省城曹城，休息了一晚。一起同行的老人和其儿子便告辞离去了。他们要抓紧卖了茶叶，过了时间便不好卖了。年轻人送了李玄霄半袋子茶叶，作为这一路的报酬。一旁的老人嘴角抖动，面沉似水，狠狠盯着自家儿子，明显是舍不得这半袋子茶叶。随即他又用有些浑浊的眼睛盯着李玄霄，等着对方说2句推辞的话，然后自己趁机将这半袋子茶叶要回来。多谢，那我就不客气了。李玄霄笑眯眯地收下了半袋子茶叶，老人面色更加不好看了，额头不由得多了几道黑线。临走前，李玄霄将腰间的竹剑取出来，我不白收你的茶叶，这把剑算是回礼。李玄霄解下腰间的竹剑，递给年轻人，跟我的时间不算长，不过也算是有点灵运了。等闲妖魔鬼怪不敢近身。老人脸上的皱纹皱在一起，完全不明白对方为何会说这种无头无脑的话。若对方是个道士或者和尚，这话倒不显得那么突兀。更何况这一路上也没见对方使出什么本事，年纪轻轻，这话说的一点分量都没有。倒是老人的儿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郑重接过那竹剑，多谢。待到走远，老人不由得教训儿子：“你个傻小子，半袋茶叶就换把竹剑。”年轻人挠了挠头：“爹，那人不像是寻常人。咋说？你看人家带2个娃娃就敢走关外，从南边来一路到西陵，这么久都没出事，能是寻常人吗？”年轻人又补充一句：“话本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老人嗤之以鼻。5日后，赶着骡子车的父子俩离开了西陵，往关外而去。这一次，茶叶不仅卖了一个好价钱，还便宜买了一头骡子。父子俩喜笑颜开。大雨天像是裂开了口子，父子俩赶着骡子车躲进山中的破庙里。嘿嘿，这个太老了，老帮菜肉质肯定不好。那个年轻的不错，一人一半。在父子俩看不见的地方，2只栖身于泥胚像的恶鬼正在想着如何分食它们。一旁的骡子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发出不安的叫声。老人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一股刺骨的寒意传来。骡子用蹄子踢打着地面，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叫声。黑暗的夜晚，一阵阵响雷落下，照亮了老人有些惨白的面孔。他心里忽然产生一阵阵的不安之感，喉咙动了动。2只恶鬼盯着毫不知情的可怜家伙，他们慢慢的靠近父子和骡子，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老人忽然瞪大了眼睛，他虽然看不见恶鬼，可却本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身上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睡梦中的年轻人正梦到自己洞房花烛夜，阿玲害羞地看着自己，不由得露出有些痴傻的笑容。父亲慌张的叫声这才将他惊醒。这些日子也不知是不是这竹剑真的有奇妙效果，明明数9寒天，可是腰间挎着竹剑，却并不觉得有多冷。于是此刻年轻人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竹剑。爹，没有事。庙外仍旧电闪雷鸣，可是骡子已经安静了下来。老人浑身冷汗，惊恐地看着四周，只是已经没了，刚才那种如剑在喉的压迫感消失了。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脸颊，看了看庙宇的泥胚像，又看了看自家儿子，最终目光落在其腰间的竹剑上。爹，你咋了？
梦魇了。没事，睡觉吧。第二天，雨停了，父子俩牵着骡子离开了破庙。从未注意到破庙之中，那泥胚像已经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痕，寄宿其中的2只恶鬼早已被斩杀。西陵曹城、龙虎山地方，天师道都检。莫道友，陈道友请坐。镇曹城的刘斗坚举起酒杯，墨竹与陈14同时举杯，杯中并不是普通的佳酿，而是灵酒，对于修士颇有好处。刘斗坚放下酒杯，不知道青云门后续还会有几位前来？墨竹淡淡道：“只有我们2人。”这刘斗坚，那熊天颂的实力他自然清楚。自从对方来了关外以后，闹的是他一个头2个大，几次围杀都没能成功。现在青云门却只派遣了2名弟子。陈14看出了对方的不信任，语气颇为：“有我师姐在，足下大可放心，熊天颂不足为患。”那是。刘斗坚尴尬的点点头。青云门冠绝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话说到这儿，刘斗坚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不是贫道有意打探，而是无意中得知青云门李玄霄、李真人出现在曹城，所以贫道还以为是那李真人亲临了。”陈14一言不发，盯着对方，哪壶不开提哪壶。墨竹面沉似水。刘斗坚见状连忙改口：“当然，不是贫道不信任2位李真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熊天颂而亲临。”刘斗坚咽了一口唾沫，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讲错了话，于是忙自罚了3杯。这时有龙虎山衙役匆匆来报：“都监，熊天颂死了。”什么？刘斗坚下意识地看向墨竹、陈14 2人，只见对方脸上也是一脸茫然。不久后，熊天颂的尸体被抬入了都监府内，尸身保存完整。按理说人死如灯灭，又是在山中，早就应该被妖魔鬼怪分尸殆尽。毕竟这6景修士可不是普通的萝卜青菜，对于山中的妖魔鬼怪妖兽来说，无疑是珍贵的物品。可是熊天颂的尸体在峡谷中几日，却仍旧完好无损。究其原因，那尸体之上残留的锐利剑气，始终不敢让众妖踏入雷池半步。这刘斗坚眉头紧蹙，看着手心之中的剑痕，好锐利的剑气。他身傍龙虎之气，又是坐镇一城的龙虎山地方都监，修为自然不弱。这剑气看似羸弱，已是风中残烛之势，可方一接触，就犹如复古之躯钻入体内。他正疑惑之际，却见那青云门的墨竹已用法术将熊天颂尸体托起。此人乃是我师兄所杀，尸首需带回青云门，叨扰了。说罢，也不等刘斗坚回应，已掠出了堂外。陈14站在原地愣了一下，立马跟上师姐。墨竹微微低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轻轻的笑容。那笑容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暖柔和，仿佛能驱散所有的阴霾，又如春日里绽放的第一朵樱花，娇嫩而动人。陈14不由得看呆了。师姐笑了，被宗门弟子一向戏称冰山的师姐笑了。陈14记忆中，师姐的笑容是如此珍贵而难以忘怀。每当他回忆起师姐时，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深深的思念和眷恋。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清晰地描绘出师姐笑容的模样。师姐，没事，走吧。墨竹收敛了笑容，在察觉到熊天颂是被师兄李玄霄所杀后，他一切都想通了。原来师兄并没有变，师兄也没有抛弃青云门。陈14获得师兄的话，难道是巧合？原先墨竹也以为如此，可现在他明白了，那是师兄故意留下的。师兄此前从未轻易留话，又怎会因为几两银钱而卖给一个店铺的店主？一定是师兄提前算好了。陈14会去那店铺，最终得到师兄的话朵。陈14作为通天峰除师兄外最具有天资的弟子，师兄有意培养。而后师兄又斩杀了与关外群妖勾结的熊天颂，以防自己与陈14势单力薄。师兄真是煞费苦心，想明白这一切，知道师兄还在默默守护着通天峰。墨竹眉眼微微低垂，心中升起暖流。至此，墨竹忽然看了一眼陈14，稍作犹豫，便将整件事情的实情告诉了对方。以往师兄做事从来不会求什么回报，以至于曾经默默帮助了的那些人，最后都不知是师兄帮助了他们。师兄出事以后，又何曾见过这些人感激师兄？当然，其中也不乏像宁颖那种白眼狼。陈14听完师姐的解释，沉默片刻，望着师姐期待的眼神，这才道：“师姐，放心，师兄的恩情，14铭记于心。”墨竹赞许地点点头。阿嚏阿嚏！李玄霄摸了摸鼻子，嘀咕道：“谁老念叨我？”一想二骂三念叨，你打2个喷嚏，不是有人在念叨你，而是有人在骂你。林道林如实说。李玄霄在他屁股上来了一脚，林道林早已习惯捂着屁股往前面跑去。大哥，你看那座最高的山，是不是就是龙虎山？林道林指着前面那座巍峨的山峰，兴奋道：“是。”李玄霄点了点头，他多年前曾来过龙虎山一次，倒也不至于现在就忘了。阿七低着头，慢腾腾地走在后面，明显是兴致有些不高。怎么了？李玄霄的大手忽然摁在了他的脑袋上，阿七把头抬起来，水汪汪的大眼睛转了转，又看了看前头的林道林。阿七不想去龙虎山，把林道林送到龙虎山后，阿七想跟着你。我血里有风，注定是要漂泊一生的。跟着我做什么？阿七不说话了。他父亲赵灵川乃至整个赵家，便是被龙虎山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与关外诸妖联手杀死。现在又要他去龙虎山拜师学艺，似乎是猜到了他心中所想。李玄霄揉了揉他的脑袋，这世间哪里有那么多公平正义可言？想要公平正义，自己去争取吧。在仇人那里学艺，再为你家人报仇，没什么比这更帅的事情了。阿七眨了眨眼睛，嘴巴鼓起来。龙虎山的人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教一个仇人的孩子？李玄霄道：龙虎山我还算了解，不会全是坏人，更不会所有龙虎山的道士全是你的仇人。至于你的仇人，他们不敢动你。阿七问：为什么？因为有天下第一剑客罩着你。李玄霄淡淡道：西陵龙虎山天师府老天师闭关，这一次的弟子入门大会由龙虎山天师府五主全权主持，天师府三都五主18头负责大小事宜，三都大多时候已不问龙虎山内部事宜。此刻5位身着赤袍的龙虎山五主正在堂内商讨弟子入门仪式。这是这一次龙虎山各地方立下大功，且3代以上造诣的子女名单。平阳子眉头微皱，目光落在名单中为首的弟子一个名字上，赵灵川的后人。当年赵灵川风头无两，隐约有超过正统龙虎山之势，惹得龙虎山部分人不满。当年便是平阳子与龙虎山三都之一的都老合谋，利用关外群妖将赵灵川害死。时隔多年重新见到这个名字，平阳子不由得眼皮微抖。按照规定，子女其上因有血亲，仍旧担任地方造诣，才有资格入选。可是这赵灵川的后人，赵灵川已死多年，旁系亲属也无在地方担任龙虎山造诣。其余4人都明白平阳子的意思，其中一位双目紧闭的赤袍道士终于睁开双眼。赵灵川当年为龙虎山立下大功，保西陵百姓安宁其身，死后破例葬在龙虎山。赵家全家被灭门，唯有一女存活。如今手持其父诏令拜入龙虎山，若是被我等拒之门外，不知让那世人如何议论我等。平阳子无话可说，其余人等对此也并无异议。哟，看这几个人的穿着，乞丐上山了。有龙虎山弟子坐在两旁的白石阶梯之上，玩味地看着牵着毛驴的李玄霄3人。阿七跟在李玄霄身后，默默地走着。林道林撸起袖子便要破口大骂，却被李玄霄提了起来。大哥，你放开我，我非得教训教训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喂，你就是赵灵川的女儿，你知不知道你爹害死了多少龙虎山的人？如今还敢来龙虎山？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哑巴吗？乞丐上山了！乞丐上山了！李玄霄扫了一眼，大多都是不过13、14岁的龙虎山外门弟子，看这样子应该是什么人，暗中指使内门弟子不屑于做这种事情，于是特意找了外门的年轻弟子。想到这儿，李玄霄不禁笑了，自顾自地摇了摇头。伎俩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确实足够恶心人。回去吧，从哪儿来滚哪儿去，龙虎山不欢迎你。装聋子是吧？你爹是畜生，你是小畜生。阿七紧紧攥着拳头，一言不发。李玄霄低头看了他一眼，笑眯眯地说道：“很生气吧？”阿七无声地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阿七不生气，生气只能气坏了自己。阿七会记住他们的。不错。李玄霄揉了揉他的头。这时，一位身穿道袍的年轻弟子出现在前面，用眼神制止了众多弟子。这些外门弟子年轻不懂事，还望勿怪，请随小道来。便随着对方一路来到一间破旧的屋内。入门大会前，还望几位在此处暂住。林道林捏着鼻子，看着屋子角落中畜生的粪便，忍不住破口大骂：“奶奶个腿的，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之前分明是畜生住的地方，你们龙虎山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年轻道士淡淡一笑，留下一句爱住不住便离开。林道林气得直跺脚，嘴里问候那年轻道士8辈祖宗。李玄霄则一屁股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阿七已经开始里里外外收拾屋子了，小毛驴打了个响屁。弟子入门大会要在1月后开启，李玄霄便准备在龙虎山住上一些时日。不过这龙虎山某些人诚心让他们难堪，不仅没有饭食，半夜还有人偷偷用石头砸窗户。在得知别的入门弟子都被安排到了宽敞舒适的东殿正房后，林道林气得疯狂跳脚，站在殿前破口大骂。不过在被人教训之前，先被李玄霄给提溜回去了。大哥，你让我出口恶气，这帮龙虎山的道士不干人事，狗眼看人低。人家不给送饭，阿七和林道林便自己去取，每次都要去砸一趟，走很长的路。当然这段路可不是一帆风顺，不是被跟他们差不多年龄的龙虎山外门弟子有意撞一下，就是找茬对骂。林道林这小暴脾气，3言2语便跟人家打了起来。对方人多，林道林双拳难敌4手，被人家打翻在地。阿七放下手里装着饭菜的提盒，撸起袖子冲上前去。这些龙虎山人虽是龙虎山外门弟子，可跟阿七、林道林都是同龄，虽是修行世家，却终归不过是个孩子。林道林自幼便混迹街头巷尾，与人打架斗殴，本领自然娴熟。阿七从小跟着铁牛打铁，对付几个自视甚高的同龄人手到擒来，5、6个同龄人，没一会儿便被他们俩打得哭着跑了。可是第2天埋伏他们的人更多了，林道林和阿七边跑边打，回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饭菜的汤汁。林道林揉着被揍红的脸颊，气得哇哇大哭。阿七见他这副窝囊样，生气道：“哭什么？被揍了，明天就打回来。”隔天2个小家伙又去取饭，这一次林道林和阿七早有准备，一个将早就准备好的沙子朝对方扬起，一个拿着竹剑揍他，占尽了便宜。可是下一次对方也准备了武器，林道林被揍得鼻青脸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拽着李玄霄的袖子，让大哥去给自己报仇。李玄霄坐在石头上，漫不经心地说：“你这次被打了，我帮你打回来，下次再被打了，又有谁能帮你打回来？”李玄霄只管坐着或躺着，阿七和林道林都不知道他整日在想些什么。大哥，
哥，你教我的剑法没有用。林道林郁闷地说道。他之前试着用了几招，结果还不如自己胡乱挥舞有效果。那是你俩不会用，好生练着，别懈怠了。李玄霄懒洋洋翻了个身。林道林和阿七1个月都未见李玄霄离开过破屋，他们俩也挨了1个月的打。不过对面的人也没有多好的下场就是了。林道林和阿七就算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也要死命揪着对方给上几拳。总算这1个月过去了，到了弟子入门大会这一日，真正的麻烦上门了。林道林和阿七一大早刚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参加弟子入门大会，却见外面人头攒动。之前被阿七和林道林收拾的那些龙虎山外门弟子，这一次不仅都来了，还都带来了自家的长辈。李玄霄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来，这是怎么了？诸位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就是他们俩。其中一个脸上带着淤青的孩子指着阿七和林道林，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众人中一个年纪最长者，目光落在阿七身上，狭长的眉毛微微一挑，无论是长相还是那眼神，真像那赵灵川。当年参与谋害赵灵川一事，在场众人及其背后代表的龙虎山的各个家族皆有份，否则今日他们也不会在此斩草除根。事到如今，却是绝不能留。那赵灵川后人重登龙虎山，足下管教无方，纵容幼童大人，今日我等前来要个说法。那钱姓老人话音刚落，林道林就扯着嗓子喊道：“放屁！放屁！分明是你们家孩子先挑事的，还骂我们是这样的。你们家这一大群孩子打我们2个，被我们打成这样，你们还好意思找上门来讨要说法？臭不要脸！”钱姓老者脸色阴沉，身边早有年轻子弟勃然大怒：“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竟敢如此与我叔父说话！”随即又将矛头指向李玄霄：“定是你管教无方，还不向我叔父赔罪！”此刻，龙虎山五主之一的平阳子虽在殿内，却时刻能察觉到李玄霄等人的情况，先由孩童大闹一事做引，安排众人前去讨要说法。双方难免争执，争执之中有年轻弟子大怒而愤然出手，误杀那前来龙虎山拜师的赵灵川之女阿七。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场意外，而那年轻弟子失手杀人，罪不至死，等风头一过，自会有福分在等着他。退一万步，就算老天是要追查此事，就让那出手的年轻弟子自杀了事，给个交代。龙虎山未考虑到声誉，定会平息此事。赵灵川一家无后，自然没有人再为此事纠缠不休，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平阳子口念清净经，此事对于他来说称不上什么大事，就如同清理地里的野草一般。毕竟那赵灵川已死，自己再杀其女也只是以防万一。就算是今日计策不成，日后也有无数种办法让其死在龙虎山，或者死在龙虎山外。只是为什么他隐隐约约竟然有一种不安之感？身为龙虎山五主之一，平阳子绝对不相信这种感觉是空穴来风。只是他又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能让他有这种不安之感，于是不得不念诵清净经平复心境。不知要如何赔罪？李玄霄问。给我家叔父磕2个响头。鄙人不擅长磕头。李玄霄摇了摇头，说着，他抬起头看向半空，似乎是根本不在意与他对话的年轻人。鹅毛般的飞雪，青云门就从不下雪，一年四季如春，少了许多韵味。有风扑面而来，吹得衣袍猎猎抖动，发丝也随之飘舞。李玄霄眯起眼睛，只觉得有趣。磕头，磕个屁头！林道林怒道。一美妇人护着自家孩子，冷笑一声：“2个有爹生没娘养的贱种，跑到龙虎山来撒野来了。”你才有爹生没娘养！美妇杏眼一瞪：“小兔崽子，你再说一遍！”林道林忽然不说话了，拽了拽李玄霄的衣角，小声说道：“大哥，我怎么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呢？”你倒是积极。林道林见过马贼杀人，此刻这些人的眼神竟与那些马贼相差无二。他们想杀了咱们。林道林不可置信。大概吧。林道林嘴唇有些发白。这可是龙虎山，大哥，你先跟他们周旋，我去叫人。没用的。为什么？李玄霄看着落在手心上迅速融化的雪，淡淡道：“要是有用，他们早就来了。今日龙虎山执事堂的弟子都有意避开了这个方向，绕去了别的路。”执事堂内，几位长老坐在上座。此事与我们无关，若道士真闹大了，自有那平阳子担责。另一位稍显年轻的老者面露几分为难。如果单单只是如此，我倒不用如此担心。只是那李玄霄却恰在此时出现在龙虎山，他已是废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虽是废人，可李玄霄声名在外，又是青云门弟子，若是在龙虎山出了事，放心，平阳子下手有分寸，他的目标是那赵灵川之女，不会对李玄霄动手。执事长老抿了一口茶水，继续道：“再说那李玄霄被青云门厌恶已久，就算是死在了龙虎山，他青云门说不准还要谢谢咱。对了，这茶叶可是小寒敬重的白马毛尖。”正是，今年就这么多了，等下一个10年，争取多弄一些，孝敬长老。二人闲谈之间，心神骤然一凛，启程，好好教训教训他们。美妇淡淡道。名叫启程的仆人微微点头，看向对面的年轻人，心里打定主意，这人和那男娃稍加教训就好，那女娃则是要死的。虽说对一个孩子下手有些不耻。破屋前，李玄霄于风雪中缓缓起身，众人的目光紧盯着他，他们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仿佛在对方身上看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下意识的便将孩童护在身后，暗暗运转法力，随时准备出手。只是对面的年轻人忽然扯出一个笑容：“放心，我不会跟你们动手的，也犯不着跟你们动手。跟你们动手，有损剑客的风范。”
他抬起头，伸出手，喂，借剑已用。李玄霄的声音并不大，却掷地有声。龙虎山道士各式铅柄剑一概出鞘，向死地飞来，浩浩荡荡。天空中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阴暗。飞剑如虹，随着剑光刺破黑暗。顷刻间，龙虎山的整片天空皆被剑光照亮了。天空中的云彩被剑气撕裂，露出了一片湛蓝的底色。阳光洒在云层上，形成了一片金黄色的光辉，宛如天神降临人间。山上的大片树木被剑气砍发出了腾腾的响声，山石被剑气击碎，形成了无数的碎片，四处飞溅。龙虎山最大的那条江水流经整个西陵，此刻龙虎山的整片江水皆被剑光照亮了。江水被剑气搅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吸着周围的一切。水花飞溅，宛如珍珠般晶莹剔透。江水被剑气切割，形成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宛如峡谷一般。顷刻间，龙虎山的所有生灵皆被剑光照亮了。灵兽园的灵兽惊，虚照被剑气。鸟们在空中盘旋，发出了尖锐的叫声。众人则惊恐地望着天空的箭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破屋前的众人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这股力量仿佛来自于天地之间。在这股力量面前，一切皆是微不足道的蝼蚁。不好，李真人手下留情！先后有数道声音骤然响起，四面八方有不同的身影先后掠出。执事堂先前看戏闲聊的执事长老身影已经来到了此处山峰之上，看着漫天箭雨目瞪口呆。五主之一的平阳子深深地吸了口气，口中迅速念念有词，手中的拂尘也开始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不行，来不及了，太快了！如今龙虎山主事的其余四主，唯有一位剑修反应迅速，可还是看着那漫天的箭雨，很快他便放弃了抵抗的想法。龙虎气，此人竟然能调动龙虎气！主殿18道龙虎旗牌猎猎作响，旗牌上绘着西陵18省的地形图以及各种神秘的符咒。这些旗牌乃是当年龙虎山初代天师所制，用来压制西陵18省。当年初代天师能驾驭18道龙虎旗牌，而后再无天师能完整驾驭18道龙虎旗牌。直到多年前，龙虎山道一赵灵川掌握14道旗牌。破屋前的几十人，男女老少都有，本是按照计划来此地找茬，格杀赵灵川之女，还有不嫌事大看热闹的诸多龙虎山弟子，足有110人之多。此刻怔怔地抬起头，看着箭雨落下，他们会死，这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会在刹那间倒在剑气之下，甚至来不及感受到痛苦。千余柄剑插在地上，嗡嗡作响，剑气并没有肆意，而是随着一柄柄飞剑的落下，化为漫天雨水倾泻而下，冰冷的触感让人不寒而栗。众人呆若木鸡，活着，自己还活着。众人心中同时升起这样一个念头。漫天箭雨落下，却并没有伤到他们分毫。方才那骂得最凶的美妇人，此刻面无血色，脸色苍白，早已是被吓破了胆。那人群中看似最为老成的老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更别说他们这些龙虎山外姓家族弟子了。半空中，龙虎山五主、诸多道门真人以及闻风而来的无数龙虎山弟子又如何？方才那一刹那，他们佩剑齐齐不受控制的出鞘。李玄霄仰起头，大声说道：“老天师，最后一缕龙虎气还给龙虎山了，从此两清了。”李玄霄抖了抖身上的风雪，此刻空中已是密密麻麻，皆是身穿道袍的龙虎山道士身影。林道林竖起一个大拇指，阿七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李玄霄，好厉害！李玄霄点了点头，如果没记错，这是这丫头第一次夸自己。受了别人的欺负就打回来，被同龄人打了，别报我的名字，我嫌丢人。姓殷年轻人摸了摸小毛驴，身上的气势攀升，他转过头对林道林说：“林道林，小毛驴送我了。”顷刻间，身影便化作一团光柱冲天而去。众人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去，有声音自九霄云外传来：“这两个娃娃是我李玄霄罩着的，还望龙虎山的诸位帮忙照顾一下。”语气轻快，好似是在开玩笑，可感受着那空中久久未散的余威，在场众人都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啊？林道林扯着嗓子喊道：“江湖不散，有缘再见。”再见。阿七轻声说，他似乎是知道李玄霄能听得见。许久后，前来找事的众多家族子弟，默默地带着自家幼童迅速离开了此地。龙虎山诸多道士也纷纷取回自己的佩剑，所有人都沉默无言，有的人甚至干脆原地盘坐，细细感悟那残留的剑意。平阳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吐出。如此声势，剑气遮天蔽日，数千柄不同品类、不同级别的飞剑，甚至不属于剑客自己，却能让剑气不泄露一丝，不伤在场一员。在画布上作画并不难，可若是在指甲盖大小之地，让一幅画作美轮美奂、精雕细琢，实乃非人。李玄霄这一手引千剑而不伤一人，便如同那于拇指上作画。李玄霄无愧于剑道魁首之名。平阳子的目光落在破屋前那扎着辫子的女孩身上，忽然咳出一口鲜血，他苦笑一声：“能受李玄霄一剑，不枉此生。”龙虎山后山洞府，老天师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缺失了70余年，此刻终于补全的龙虎之气。当年李玄霄为灭魔门，借下龙虎山大半龙虎之气，因龙虎之气关乎国运，因此此事只有寥寥几人知晓。这些年，龙虎之气陆续回到龙虎山，只余下这最后一丝龙虎气，本来已不抱什么希望。毕竟当年李玄霄灭魔门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整个天下，因此李玄霄重伤，龙虎之气又有疗伤的功效，将龙虎之气留在其身也是理所应当，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整个龙虎山因为某些原因都亏欠他李玄霄。没曾想，多年以后，李玄霄终归是将龙虎器归还了龙虎山。1月后，西陵永安镇，鬼手神医李永安摆弄着瓶瓶罐罐，他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各种器材之间，仿佛在弹奏一首美妙的乐曲。这些瓶瓶罐罐里装着的都是李永安视为珍宝的药物，每一瓶都经过他精心挑选和炮制。对待这些药物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爱和呵护。李玄霄躺在床榻上，微微抬眼。我说老李头，你丫的药呢？这都多久了？少废话，不想死就把嘴巴闭上。李永安佝偻着腰，手里拿着一个刚刚捏成的黑色小药丸，塞到李玄霄嘴里，嘴中喋喋不休。你说你伤势都已经好转了，好生休养不好吗？非要去龙虎山引荐，引荐就引荐，还把龙虎器还给龙虎山作甚？李玄霄道：帅是一辈子的事儿。再说那龙虎器本就不是我的，当初答应了要还给龙虎山，诺不轻许，许则为之。好，就你个寒鸟猢狲，重情重义。李永安又将手里的绿色液体给李玄霄灌进嘴里，拍拍他的后背。我这一颗腾龙丹，多少宗门雄主要都不给。想当年，为了配制这药，历经何止是9981难，先后找了3位顶尖炼丹师，翻山下海，求爷爷告奶奶，千辛万苦才配制了3枚腾龙丹。先前已经用了2枚，这第3枚，我还想着以后给自己添点寿元。李玄霄咧嘴一笑：你个糟老头子，惜命的紧，谁都死了，你都死不了。好好休养，你现在根骨被毁，还以为自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啊！就算你现在伤势恢复，可根骨却恢复不了，抓紧找个根骨与自己融合。李玄霄懒洋洋打了个哈欠。好的根骨又不是萝卜青菜，上哪去找？李永安笑眯眯地说：回青云门，或者随便投靠某个宗门势力，只要得知你伤势恢复的消息，别说根骨了，就是要他们自己的骨头都能给你挖出来。太累了，趁着我还活着，想去四处走走看看。李玄霄伸了个懒腰。至于根骨不好找啊，看缘分吧。不说了，弄点酒肉，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晚上定要把酒言欢，不醉不归。夜晚，李玄霄和李永安推杯换盏，在夜色下的田园中用炉子烤着肉。鬼手神医李永安的田园遍地的灵药，随便取一株都足以让外面的修士疯抢，为其拼上性命。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片田园没有出现在某个宗门、家族或者帝国的后花园，而是竟然出现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镇当中。只是此刻，这样一片惊世骇俗的田园，却成为了李玄霄烤肉的地方。哎，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吃饭就是这炉火烤肉？李玄霄眯起眼睛，盯着火中发出滋滋响的烤肉。李永安捋了捋胡须，忘不了啊。当年的李永安还不叫鬼手神医，就是一个游历世间，想要治好自己眼睛的瞎子，就像穿越了时光，想起来所有的过往。明明心中澎湃雷霆万钧之势，嘴中却是挤出平淡的一句：好久不见啊。酒后耳酣，聊发兴起，回忆往昔，多年之前之幸事、憾事、后悔事，酒来就干，无意间经酒落肚，尽欢皆同醉同睡，天明未起身。也不知道下一次见是我给你烧纸，还是你给我烧纸。李玄霄笑道。李永安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带着几分苦涩。物是人非事事休。李玄霄翻身一屁股坐在小毛驴上，招了招手，再见。上一次说再见，再见是40年后的今天，不知道这一次又会是在多少年以后。李永安望着李玄霄的背影，许久，人越老越是容易念旧，以前还不信，如今怕是最后一次见了，再多说2句话好了。李永安轻叹一口气，转身回了屋内。他撤下田园中的静止，露出原本的面貌，然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精心调理的田园，一位位珍贵的药草被人悉数偷光，能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走田园中的药草，而且对方十分从容不迫地只挑走了好药草拿走。小镇中肯定没有这样的人了，外来者出现在小镇周围也一定会被他发现。那么只有一个人了，这世上敢偷他鬼手神医李永安的东西，也就只有那一个人了。李永安僵在原地，随即反应过来，破口大骂：李玄霄，耳目闭眼！李玄霄揉了揉鼻子，随即欣慰一笑：一定是那李永安想我了，真是兄弟情深啊！我这才刚走没多久，就开始这么念叨我了。李玄霄拍了拍自己用来装药草的麻袋，艳阳天那个风光好，红的花是绿的草。李玄霄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木棍一头系着绳子，绳子上绑着一根胡萝卜。他坐在毛驴上，将胡萝卜就放在小毛驴眼前，以此激励小毛驴赶路。小毛驴左吃不着，右也吃不着，嘴里发出不满的叫声，随即身子一抖，将李玄霄从身上甩下来。李玄霄猝不及防摔了个狗吃屎，手中的木棍也掉了下来。小毛驴连忙低头去捡胡萝卜吃，气得李玄霄用脚直踢他的屁股。哼，你个没良心的，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就这么对老子？小毛驴用眼睛斜睨他，仿佛是在说：老子没干活，你天天骑谁？李玄霄用手拍着屁股上的尘土，随手在麻袋里摸出一味草药，跟嚼杂草一样扔进嘴里。若是让其他药师、炼丹师见了这一幕，怕是要急得直拍大腿，嘴里叫嚷：暴殄天物，暴殄天物！3味枫叶，修行者修为分为1至9境，这天下的草药丹药也分1至9品，不同于人为炼制的丹药，草药天生地养，受日月灵气滋养。这3味枫叶乃是7品灵草，无比珍贵，多少药师炼丹师走遍大江南北，洞天福地，苦求一味而不得，而如今就被李玄霄这么当小零食随口吃了。
空中没有一片云，没有一点风，头顶上一轮烈日，所有的树木都无精打采的，懒洋洋地站在那里。李玄霄眺望着远方，在他的眼前是一片青山翠峦，山间白云缭绕，仿若仙境。他深深吸了口气，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个年少轻狂的他，那个迷茫的他。官路之上，有快马加鞭的声音响起，由远至近。李玄霄微微偏头，是一队全副武装的重甲士兵，胯下战马大得吓人，像是一头头巨兽。官道剧烈的颤抖，像是要地震了一般。李玄霄忙将小毛驴引向一旁，免得被他们撞倒。后面辘辘的马车声如雨水般划过，晶莹的汉白玉马车在阳光的映照下，雅气十足，香精嵌宝。李玄霄一手拿着烤软的饼子，狠狠咬了一大口。这时，马车的车帘被人掀开，露出一张美艳可人的脸，是一个芳龄28的女子，面容精致而可爱，眉毛弯弯像月牙一样，双眸明亮而灵动，宛如星辰般闪耀，鼻梁挺直，嘴唇红润，微微上扬的嘴角透露出她的甜美和俏皮。她看着李玄霄和他胯下的小毛驴，紧接着目光落在李玄霄手上那张烤饼上，不由得抿了抿嘴唇。那个，可以分我一些吗？李玄霄一笑，撕下自己并没有沾染的余下半张饼子，一伸手将饼子丢给对方。少女满脸欣喜，伸出小手，可是下一刻，一道剑光将那饼子砍在地上。一名白衣剑客驾马紧跟着马车。小姐，这饼子乃是粗人吃的东西，你若是想吃，车里有点腥。何况这外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说完，他冷冷看了李玄霄一眼，似乎是在警告对方。李玄霄无奈耸了耸肩。少女看着掉落在地的饼子，满脸不舍。可是我看他吃的很香，而且不吃就不吃，你干嘛浪费食物？白衣剑客不再搭理少女，少女喋喋不休。李玄霄觉得颇为好笑，从怀里摸出一个之前摘的野果子，一口咬了下去，吃了几口，发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李玄霄转过头，就见还是刚才那马车里的少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手中的果子。李玄霄当真是觉得有趣，看着出行的人员，这马车绝不是什么贫苦人家，怎么一个果子，一个烤饼能将其迷成这个模样？想要？少女如小鸡啄米般点头。李玄霄看了一眼那白衣剑客，少女道：“我要吃果子。”白衣剑客颇有些无奈，似是担心自家小姐继续喋喋不休，于是随手扔给李玄霄一块金子。果子拿来，语气中带着命令一般的口吻。李玄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将果子抛过去。与果子一起抛过去的还有那块金子。山间摘的果子不值钱，交个朋友。白衣剑客眉梢微挑，略微有些意外地看着李玄霄，不过很快他就冷哼一声：“一个果子就想结交我魏家？”与白衣剑客的想法不同，少女一口咬在果子上，露出满足的笑容。等她吃完了果子，笑眯眯地看着李玄霄，仿佛是在问他还有吗？李玄霄觉得有趣。姑娘芳名？魏莹莹。李玄霄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看着阵仗，大概是南阳魏家。后面的马车都装了货物，送礼道喜。于是李玄霄又多问了一点。哦，是那藤原阁阁主藤武之子大喜，我们要去吃席。说到吃席，魏莹莹眼睛闪烁着光泽。那你一个人骑着毛驴，又要去做什么？魏莹莹好奇地问。看一看这天下，不过现在嘛，我也要去藤原阁讨一杯喜酒喝喝。那正好，我们顺路。白衣剑客淡淡道：“你也认识藤原阁阁主？”算是。对方的修为、体内气机、府内灵士走向皆无隐藏，被自己看得清楚。不看相貌，白衣剑客直接用神识探查其如今年岁，虽说不能具体知其哪年哪月，却也能摸出一个大概。这样的年纪，修为堪堪，却是没什么前路可走了。才疏学浅之辈，怎会认识藤原阁主？白衣剑客是不信的，大抵是看他们这一行人气派无比，想着跟着他们去藤原阁碰碰运气，倒是个会随机应变、见缝插针的主。白衣剑客瞥了一眼自家小姐，见小姐与对方聊得颇为有兴致，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他自己也藏了一些私心，省得小姐烦他。等到了藤原阁再打发了对方，就是小事一桩。李玄霄和魏莹莹聊得还算是投机，小姑娘年纪轻，对什么都好奇。至于李玄霄，纯粹是没人陪他说话，有些憋得慌。你认识那藤原阁主？魏莹莹问。以前认识。魏莹莹又道：那他家厨子做饭怎么样？看得出来，魏莹莹对于吃席这件事真的很重视。李玄霄被这丫头跳脱的思维弄得哭笑不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没去他家吃过饭，何况我上一次见他已经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你麻袋里是什么吃的吗？魏莹莹盯着毛驴身上背着的麻袋。算是。李玄霄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这么一说，魏莹莹更加好奇了。什么吃的？我拿东西给你换。袋子里的随便一株药草，估摸着都抵得上这整个车队带着的贺礼。不换，而且这东西你也吃不了。李玄霄笑着说，药草丹药可不能随便吃，并不是品阶越高效果就越好，而是要对应每个修士的自身情况比，身体承受不住药力，反而会被其所害，轻则被伤，重则一命呜呼。咦？魏莹莹满脸失望，她又想了一下，摸出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跟你换。白衣剑客瞥了一眼，满脸无奈。小姐拿宝物跟人家换食物的老毛病，一直都没能改。老夫人怕她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随手送人，所以就给她弄了一些不值钱的物件。小姐手中这块玉佩，大概也就够眼前这年轻人花3辈子了。对于魏家来讲，算不得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
此人虽然拙劣，不过确实足够幸运，遇见了自家小姐，也算是他的造化。跟你换，你换不换？魏莹莹满是期待的说道。李玄霄一个劲儿的摆手，不换不换，这东西你也吃不了。跟在旁边的白衣剑客暗自冷笑一声，原来是个蠢货，天大的机缘落在眼前，却被他拒绝了。不过他从始至终都未多言，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只是静静的看着蚂蚁搬运食物。车队一路前行，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东北风呜呜的吼叫，肆虐的在狂野的奔跑，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能刺穿严严实实的皮袄。幸好车队众人一多半都是修行之人，倒是不惧那北风呼啸。李玄霄将小毛驴停在前面一处义庄中，不准备继续再走。风雪大的甚至都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不过魏家一行似乎是完全不担心这个，继续前行。李玄霄升起了火堆，被冻得直跳脚。哎呦哎呦！义庄乃是本地大姓人家所设，专门停放死的不明不白，或者是含冤而死，无人给其收尸的人。李玄霄看了一眼庄内的几口棺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的口粮。李玄霄四处寻了一眼，发现放在角落中的一口陶碗，于是用血擦了擦陶碗的两边，再往里面添了一些血，又加了一些米放在火堆上烤，等着火将血烤化。不一会儿便闻到了米粥的香味。李玄霄眯起眼睛喝了一口酒，听着外面呼呼的风雪声，舒服得很。只是没一会儿，屋外传来声音，李玄霄转过头，就见一张熟悉的可爱小脸探了出来。魏家一干人等陆续走进来，快进去，进里面暖和暖和。魏莹莹招呼着几个穿着单薄的侍女，穿这么少，还不让人家进马车里暖和？你看看都冻成什么样了。白衣剑客淡淡道：小姐，若是下人也跟主人一样上了马车，岂不是坏了规矩？什么规矩？他们又不是修士，冻坏了怎么办？几个侍女长相十分美艳，可惜并没有修行天赋。二爷先行，咱们休息一晚再追上去。白衣剑客将长剑横于胸前，盘腿坐下，说完便不想再多言语了。在他看来，这侍女的死活与他何干？都是签了卖身契，生死皆由。魏家又不是珍贵的修行者，这何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世家大族又有哪一个将这些下人当成人了？小姐终归是少女心性。这些木柴是你的吗？可以卖给我们一些吗？魏莹莹问。不是，是义庄里的。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木柴？是有人放在里面的，用来给过路的人用。为什么？李玄霄解释道。不为什么，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过路的人用了木柴，等第二天方便了，用了多少再给人家补齐。魏莹莹眨了眨眼睛，白衣剑客心中冷哼一声，弱者的抱团取暖罢了。只是他却无心与自家小姐解释。你这米粥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魏莹莹抿了抿嘴唇，接着她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瓜子点心全推给李玄霄。跟你换。李玄霄看着手里包装精美的点心，轻轻咬一口，慢慢的咀嚼着，感受着那点心在口腔里融化的细腻口感。长安的王记铺点心，长安位于大业，在西陵要吃到大业长安的点心，价格怕是要贵上几十倍不止。不过对于魏家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魏莹莹面露诧异。你吃过？吃过，以前有个美女朋友喜欢吃。美女所见略同，你朋友肯定跟我一样是个大美女。李玄霄点点头。她确实是一个大美女，天下第一美人。有多美？形容不出来的美，总之很美很美就对了。肯定没我姐姐漂亮。魏莹莹说。我姐姐才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哪一天叫上你朋友和我姐姐比一比？这个恐怕不行的，因为她已经死了。李玄霄淡淡道。怎么会呢？我杀了她。魏莹莹吃米粥的动作一僵，抬起头来，琥珀色的瞳孔盯着李玄霄。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疯子，想要杀尽天下人。李玄霄一手拄着头，语气淡然的像是唠家常一般。周围听了这话的魏家人不免觉得有些好笑，都不太当一回事。就连几个烤暖的仆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屋内当真的怕是只有李玄霄面前这个小丫头。魏莹莹道。那她岂不是很厉害？相当厉害。也相当自信，他总是说，除非我不想赢，不然没人能让我输。关爱与否，皆系于本尊一念之间。李玄霄学着记忆中那人的口吻，本尊见证过王国的兴亡衰落，物种的诞生与灭亡，在数不尽的时光中，只有凡人的愚蠢是永恒不变的。你们是在守护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你们的努力毫无意义。逃吧，那样你们还能多活几天。我即是末日的开端，蔽日的阴影，毁灭的丧钟。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见证痛苦与绝望吧，凡人。李玄霄学着学着，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周围人早已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毕竟是大户人家，似乎是觉得这样笑有失体面，于是只是用手掩着嘴巴轻轻笑着。众人同时冒出一个想法，这人脑子不会有毛病吧？魏家随行之人多数都是修行之人，此刻像是在路边看见了小孩子，戴着纸壳做的盔甲，假装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就连闭眼修行的白衣剑客都不由得睁开眼睛，又看了一眼那年轻人。他每次都认为这人行为可笑的时候，对方总能在下一刻做出更加可笑的举动来。哇，好厉害！魏莹莹张着小嘴巴，白衣剑客无声叹了一口气。自家小姐连这种话都深信不疑，按理说年龄也不小了，又不是3、4岁的小孩子。你的朋友好厉害！魏莹莹对于李玄霄的话深信不疑。那他是怎么被打败的？因为他遇见了一个更厉害的人。有时候李玄霄都怀疑，是不是天道为了灭杀那个人，而专门让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等自己杀了他，天道便收走了自己的一切，让世界的力量重归平衡。大雪不会停止，天空是散不尽的雪花，已经许久了，30多年了。在梦中他也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又在胡思乱想了。李玄霄不禁摇了摇头，他走到外面，准备再添一些雪，酒也喝没了。可惜。魏莹莹捧着小脸，
眼睛转了又转。原来他这么厉害。白衣剑客实在是忍不住出声提醒道：“小姐，别听那个人鬼扯，一个不成器的剑修罢了，连本命剑都没，倒是吹牛的本事厉害。”魏莹莹困惑道：“你是说他撒谎？为什么？不为什么。喜欢吹牛扯皮的人并不少见，只是像他这么吹的倒是罕见。那你又怎么知道他在吹牛？”魏莹莹不解。一旁名唤颖儿的侍女轻轻一笑：“小姐，连我都听出来了，这人差点都要把牛皮扯破了。”颖儿虽是侍女穿着，却跟其他少女不一样。淡蓝色衣裙虽然看起来与那些普通侍女并无分别，可是皮肤在寒风的吹拂下竟无半点变化。颖儿其父在魏家世代的家奴，家奴地位并不低，其父又是6井修士。颖儿与小姐魏莹莹自幼一起长大，所以自然关系更近，地位更高。如果是普通的侍女说这话，有白衣剑客在身旁，等小姐走后，定是会被狠狠教训一顿。魏莹莹漂亮的眉毛微微皱起，本尊见证过王国的兴亡、衰落，物种的诞生与灭亡，在数不尽的时光中，只有凡人的愚蠢是永恒不变的。呵呵，这人说话可真逗。说完，颖儿又是忍不住抿嘴笑了起来。可是我看他不像是在撒谎。魏莹莹说。白衣剑客道：“小姐，骗子不会把骗子2个字写在脸上，莫要被人骗了还不识字。”颖儿也道：“就是，骑个毛驴，还拿着一个麻袋，穿得那么穷酸，也是一个傻子。方才小姐玉佩与他交换，他都不换，正好趁他不在，让我看看他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宝贝。”说着，他将李玄霄一路背着的麻袋解开，那麻袋就是最普通的麻袋，普通百姓常用其装运粮食，上面更没有什么符篆禁止。颖儿从里面拿出一朵花，不由得眼前一亮，这袋子里竟然装的是花草，蛮漂亮的。花瓣层层叠叠，柔软有弹性，花瓣里缀满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不用靠近去闻便能嗅到芬香。颖儿又翻找了一下，这人真奇怪，麻袋里全是花草，确实好漂亮。魏莹莹凑近了去看，白衣剑客无意间瞥了一眼，这花有些奇怪。白衣剑客的神识下意识的扫过，这一下子就更加好奇了，不对劲，有些不对劲。他虽然不懂药理，也不怎么识得名贵药草，可是神识中却能感受得到这朵花中蕴含的灵韵，感受到它散发出的一种奇异的能量。白衣剑客道：“丁叔，您看看这花。”他口中的丁叔乃是魏家的一名药师，瞎了一只眼睛，脾气有些古怪，不过因为其药理水平，所以在魏家颇受尊敬。听见声音，一个独眼的白发老头走过来，整个人不修边幅，浑身散发着常年与药接触的特有气味。天杀的，叫我做什么？看花？看个屁花！这里有什么好东西？丁叔虽然这样说，不过还是看了一眼。丁叔俯下了身子，浑浊的眼球盯着那漂亮的花朵，随即脸上的表情骤然一变。天蝉灵花，是天蝉灵花！他失声叫了出来，将周围的几人吓了一跳。天蝉灵花，7品灵花，生长在雪山之巅的天蝉灵花。白衣剑客下意识地握紧了佩剑，怪不得他看着花眼说，当年他为冲破6井中气，就曾在家中长老的陪同之下，前往秘境寻找着天蝉灵花。结果那一次不仅没能寻得灵花，反而被人所伤，境界跌落。如今时隔多年，再一次得见白衣剑客，心中五味杂陈，随之而来的便是困惑，这灵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火星、七叶花、血晶草、蓝岩星石，我勒个娘啊！暴殄天物啊！这好东西居然用麻袋装着，老子我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好东西。兵叔的声音在耳旁响起，白衣剑客一路上都未有什么波澜的表情，此刻变化的像是七彩阳光一般，皆是6品、7品的灵草灵花，其中竟然还有一位8品，早已非凡间之物。这些灵草灵花怕是都够买下几座城了。若是沦落江湖，不知道要惹得多少人为此厮杀。白衣剑客心脏狂跳不止，面色绯红，他深深吸了口气，试图平息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但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快，仿佛要跳出胸腔。这些药草别说他魏家了，就是那西陵皇室恐怕都不会有，一个普通的修士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稀世珍物？难不成那人真的是绝顶高手？可是神识查其身并无特殊之处，除非那人的修为高深莫测，那只不过是对方的障眼法，自己根本看不透。想到这，白衣剑客后背流出不少冷汗，这等人物岂是他魏家能得罪得起？拿来。白衣剑客忙将颖儿手中的灵草夺过，小心翼翼地放入麻袋中，又将麻袋放回原位。方才之事，管好自己的嘴巴。白衣剑客冷声道。义庄中的众人都是魏家中人，自然知晓魏家规矩之严，严厉警告了其余人。白衣剑客又严肃地对魏莹莹道：“小姐，待会儿千万莫要说漏了嘴。”他倒是不担心别人，只是自家小姐这个跳脱的性子。李玄霄手里捧着一个小雪人，笑眯眯地走进屋内。哎呀呀，心灵手巧这个词就是为我而生的。没有人夸他，他自己夸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屋内众人皆是沉默以对，不敢出声。李玄霄在门口抖了抖身上的风雪，关上义庄的门，重新坐到了篝火旁。魏莹莹已经把米粥喝完了，此刻端坐在蒲团上，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李玄霄。李玄霄又从背后拿出一只雪白的兔子，风雪配烤兔肉，绝了！那兔子一身柔软的绒毛，像一个毛茸茸的球，耳朵长长的直立着，不时地转动，好像在听周围的动静，眼睛像2颗红宝石，闪烁着聪明和机智的光芒。这么可爱的兔子，咱们怎么可以吃它？魏莹莹于心不忍。不可以吗？魏莹莹把头摇得像是波浪鼓。你看它多可爱啊！咱们不可以吃它的。不一会儿后，魏莹莹咬了一口烤得外酥里嫩的兔子腿。可爱的兔子确实很香。李玄霄笑眯眯的点头。我就说很好吃吧。
白衣剑客瞥了一眼自家小姐与那青衣年轻人，便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领悟剑道了。尤其是知晓了对方的麻袋中此刻装着的都是稀释的灵草，不过他却是半点不敢动歪心思。他既不是蠢货，也不是傻子，是蠢货，是傻子，也不会以外姓在魏家身居如此之位。自己当真是看走了眼，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绝顶高手。这样的人必定不是无名小卒，莫非是退隐的鬼手神医李永安？不对，虽说自己未曾见过李永安，可是长亭府中的药师丁叔提及鬼手神医的画像，就挂在丁叔的床头前，每天都要拜上3拜。丁叔年轻时受其指点药理，所以对方如果真的是鬼手神医，丁叔一定会认得。白衣剑客忽然想起对方刚才给自家小姐讲的故事，那青衣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漂亮，在他口中是天下第一美人，第一美人又被他所杀，而且这个第一美人修为深厚，还能说出这种狂妄的话，除非我不想，不然没人能让我输。你们是在守护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你们的努力毫无意义。好吧，那样你们还能多活几天。普天之下，也就只有30多年前被杀的魔教妖女，血海滔滔，荡尽天下，气寒九州百万间。没错，天下第一美人想要杀尽天下人，除了那魔教妖女，这世间没有第二个人了。白衣剑客只觉脑袋嗡的一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眼前这人莫非就是剑道魁首李玄霄？白衣剑客双眼瞪得像铜铃。如果说鬼手神医李永安是天下药师需要仰慕崇拜的对象，那么剑道魁首李玄霄便是所有剑客眼中的神话。白衣剑客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在他看来，对方的身份从一个没有前路可言的下三井剑修，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剑道魁首。翌日，等风雪稍微停了一些，魏家一行人与李玄霄再次出发。白衣剑客保持着和李玄霄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之前没发现对方身份时，听他哼着走调的歌曲，不屑一顾。如今逐字分析，看见其摘花弄叶，哼，小女人才做的事情，如今于细微之处感悟修行，不愧是剑道魁首。若是瞧见了对方和自家小姐说话，定是要将耳朵竖起来，仔仔细细听的。不过小姐一直问一些关于食物的事情，白衣剑客心里着急，险些就要喊出声：“小姐，你问点关键的。现在在你面前的是天下剑道魁首，九州第一人，青云门通天峰首席大弟子。”白衣剑客觉得要不要私下里给自家小姐弄一份问题清单？第一，传言您自那一战后修为被废，这是真的吗？第二，传言您与那号称血海滔滔、荡尽天下、气寒九州百万间的魔教妖女有过一段恋情，能跟我仔细说说吗？第三，当年那一战之后，魔教妖女尸体不知所踪，到底去了哪里？第四，白衣剑客在心中默默盘算着自己要问的几个关键问题。几日后，藤原阁，今日藤原阁阁主之子大婚，整个藤原城热闹一片。从天南海北赶来道贺的人不计其数，街头巷尾弥漫着花香和酒香，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简直要比过年还要热闹。藤原阁阁主可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在春秋时期妖魔乱舞，那时没有西陵，也没有大业，藤原阁阁主便能让藤原城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也因此藤原城的百姓得以休养，不同外界尸山血海，遍地妖魔。当时不少逃难的人都往藤原城跑，也是这个原因。藤原阁阁主以一己之力护佑全城百姓，乐施好善。试问如今藤原阁百姓哪一个没有受过对方的恩惠？藤原阁外张灯结彩，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了街口，巨大的红灯笼高高挂满了街头巷尾，上面写着恭贺藤原阁阁主之子大婚的字样。楼阁内笑声不断，宾客们欢聚一堂。婚礼的主角藤原阁阁主的儿子身着一袭华丽的长袍，手执着一柄折扇，微笑着迎接前来道贺的宾客。李玄霄牵着小毛驴缓缓地走过低矮的城门，阳光明媚而耀眼，小毛驴轻轻地嘶鸣着。李玄霄眯起眼睛，看着这座古老繁华的城市，街道两旁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古色古香，红砖青瓦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蔓，给人一种沧桑和厚重的感觉。有穿着长衫的文人雅士，有衣着华丽的富商大贾，也有身披麻衣的平民百姓。就到这里吧。魏婴好奇道：“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李玄霄道：“得给人家准备点贺礼，总不能白吃白喝吧。”李玄霄坐在路边茶摊上，一边喝着茶，一边寻思着该给那藤原阁阁主带点什么贺礼。他把茶水一口气喝光，又从麻袋里摸出一片泛着红色的叶子，仔细看上面脉络清晰，叶子颜色鲜艳，红得发烫，宛如一颗跳动的心。龙血液。李玄霄把一片龙血液放在茶杯里，又让摊主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热水不断滚动，愈加沸腾。滚动的白水顷刻间便好似变成了鲜红的血液。若是这一幕让魏家的兵书见了，怕是要捶足顿凶器的七窍生烟，暴殄天物，暴殄天物。李玄霄细细品了一口这龙血液泡的茶水，感受着其中灵韵。茶摊就坐落在繁华街道，因为在这个位置，所以价格比普通的茶水要贵上不少。他静静地坐在湖边，感受着夜晚的宁静，湖水在微风中轻轻荡漾，荷叶随着晚风摇曳，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他的身体里，暖流涌动着，奔腾着，仿佛一条大江大河冲刷着他的经脉和血管，仿佛带来了生命力，让他的身体充满了活力。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贪婪地吸收着这股暖流，让它在自己的身体里流淌。他闭上眼睛，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良久后，李玄霄轻轻吐出一口气，这龙血液洗精伐髓的效果着实不错。他这种吸收方法对于一般的修士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无论是灵草、灵药，都需要经过药师、丹师的提炼方能服用，而且品阶越高，越要小心翼翼，因为一个不小心便会被药力反噬。药师们深知灵草、灵药的珍贵，因此在提炼过程中，他们会全神
神贯注，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仔细研究每一株灵草灵药的特性，寻找最佳的提炼方法，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药性。在提炼过程中，药师们会运用各种工具和技术，如干锅、炉灶、提炼阵法等，将灵草灵药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并通过不断的调试和试验，确保丹药的品质和效果。丹师们则更注重于药性的调和与凝聚。提炼灵草灵药并非易事，药师和丹师们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如灵草灵药的品质、提炼工具的选择、提炼过程的控制等。因此，药师和丹师们在提炼灵草灵药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确保每一株灵草灵药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因此，药师和丹师无论是在宗门还是在皇朝，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因为无论在如何天赋，